穿越进限制级言情小说，他本想当个安静的配角，避开疯子公爵，谁知一夜荒唐之后，对方竟然拿着签好字的誓约书找上门，逼他必须为夺走他的贞洁负责。深夜的房间里，气氛有些暧昧。卡尔低声询问伊芙琳是否确定能为接下来的事负责。伊芙琳没有犹豫，微笑着表示自己会负全责，随后主动将手贴上了卡尔的胸口。卡尔顺势将伊芙琳揽入怀中，伊芙琳顺从地贴在他耳边，小声叫着亲爱的，让他不要停下来。天色很快亮了起来，阳光顺着窗户照进房间。伊芙琳迷迷糊糊地醒来，感觉身上有些沉重。等她彻底清醒过来，才猛然想起自己昨晚的荒唐称呼。一转头，卡尔正安安静静地躺在身边，看着身旁熟睡的男人，伊芙琳整个人都傻了。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昨晚到底发了什么疯。虽然对方的皮肤和身材确实好得让人移不开眼，但她很快反应过来，自己居然和陌生人发生了一夜情。慌乱之下，她赶紧套上衣服，开始在房间里四处寻找昨晚脱掉的内衣。她以前连恋爱都没谈过，却看到桌上的内衣已经被撕成了碎片，感受着浑身酸痛的身体，她不敢想象昨晚有多疯狂。眼看情况不妙，伊芙琳决定立刻逃跑。临走前，她在桌上留下了几枚金币和一张感谢昨晚款待的字条。伊芙琳只是个小伯爵的女儿，在这个世界里，她原本只想当个配角，安稳平静地度过一生。可昨晚那个男人实在太帅，让她一时冲动放纵了自己。而另一边，卡尔在房间里醒来，看到了伊芙琳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昨晚很愉快，还祝她安全回家。卡尔看着字条陷入了沉思，面对桌上的金币，卡尔感到莫名其妙。而逃跑的伊芙琳此时后悔不已，觉得自己的一时冲动毁了一切。其实就在几天前，她突然觉醒了前世的记忆，发现自己穿越进了一本限制级言情小说里。这本小说的故事是从女主角雷娜公主开始的。雷娜在皇太子伊恩的生日宴上登场，而这本小说之所以会变成限制级，全是因为终极大老板卡尔公爵。卡尔对女主角一见钟情，不仅手段残忍的绑架和控制她，甚至连多看女主角一眼的配角都会被他送上绞刑架。作为卑微配角的伊芙琳，原本发誓绝不招惹主角三人组，可她突然意识到，昨晚自己睡过的那个男人，好像就是这个恐怖的卡尔公爵。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卡尔，伊芙琳彻底慌了。她不仅睡了原著里的疯子反派，还把对方给看光了。盯着那双标志性的红色眼睛，伊芙琳确信他就是卡尔公爵。极度紧张之下，他脱口问对方是怎么进来的，刚说完就后悔自己问了句废话。卡尔放下茶杯，追问他口中的失误到底指什么。伊芙琳的思绪瞬间飘回了昨晚，当时他和未婚夫埃德温参加晚宴，因为父母不在家，他本想趁机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皇家花园里撞见未婚夫和别的女人鬼混。他当场取消了婚约，回家后一气之下喝了杯烈酒，本以为反正没感情，分了就分了，谁能想到他第一次喝酒直接断片。回到现实，伊芙琳只能硬着头皮向卡尔道歉，坦白自己对昨晚的事完全没印象，还试图把这解释成意外的一夜情。听到一夜情这个词，卡尔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吓得伊芙琳赶紧改口问这算不算是给彼此的一点安慰。卡尔冷笑着重复了安慰这个词，局势瞬间变得更加危险。伊芙琳吓得不知所措，卡尔冷哼一声，指责伊芙琳昨晚用甜言蜜语诱惑他，占有了他的身体之后，一下床就翻脸不认人。这控诉直接把伊芙琳给听傻了，他表面上只能唯唯诺诺，心里却忍不住疯狂吐槽，大家都是成年人，完事了不跑难道还要留下来做解酒汤吗？但面对这位惹不起的公爵，伊芙琳只能老老实实认错，表示只要卡尔开口，他愿意提供任何补偿。没想到卡尔早就等着这句话了，他当场掏出一份文件扔了过去，伊芙琳下意识接住，整个人都懵了。他低头一看，这居然是一份荣誉誓约书，上面写着他因为夺走了卡尔的贞洁，必须成为他的合法配偶，且1个月后就要结婚。更要命的是，这上面居然已经签好了字。卡尔直接逼近过来，说这可是他为未来妻子保留的贞洁，既然已经交给了伊芙琳，他就必须负起责任。卡尔低沉地叫出伊芙琳的名字，这让伊芙琳瞬间警惕起来，看着卡尔那充满侵略性的危险眼神，伊芙琳脑海中闪过强烈的不祥预感，要是自己敢拒绝这份誓约，对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生吞活剥。卡尔接着提议，既然事情已经定下，不如2周后安排双方见个家长。伊芙琳低头看着文件上的签名，那潦草的字迹确实是他亲手写的，可他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签下的这份协议。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婚约，伊芙琳忍不住向卡尔质问，难道就因为昨晚发生的那一夜情，他就要认认真真的和自己结婚吗？卡尔理直气壮地反问，难道他以为自己会白白奉献身体吗？伊芙琳试图反抗，直言这种交易般的婚姻并不合适，却被卡尔一口回绝，表示这事只能由他说了算。伊芙琳小声嘀咕，自己根本不记得签过这份协议，卡尔却一口咬定上面的签名就是他的。眼看硬的不行，伊芙琳又借口父母如今不在家，想把婚事往后拖延，可卡尔却对他家的情况了如指掌，直接指出伯爵夫妇2周后就会回来，时间完全来得及。伊芙琳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个男人为什么连他父母的行程都一清二楚。伊芙琳赶忙接着解释，说自己才刚解除婚约没多久，如果现在就带着新男人回家，父母非要把自己送进修道院不可，社交圈里也肯定全是难听的谣言。于是他趁机提议，不如直接把这份协议给取消了。可话刚出口，卡
卡尔的脸色就瞬间阴沉了下来，吓得伊芙琳赶紧改口，表示自己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希望延长两人之间的追求期。卡尔却冷酷地表示，契约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期限就只有1个月。伊芙琳急得按住协议反驳，直呼1个月的时间实在太短。为了能说服对方，他红着脸坦白自己其实没有谈过恋爱，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正常情侣的约会。说到最后，伊芙琳自己都觉得有些羞耻，只能在心里暗骂管他呢。伊芙琳在心里打着小算盘，打算先拖延时间再说。于是他试探着向卡尔提议，不如两人多花点时间互相了解。可卡尔却一眼看穿了他的意图，冷冷地警告他，如果只是想拖延时间，最好现在就死心。卡尔接着警告他，自己可不是个有耐心的人。被看穿心思的伊芙琳顿时慌了神，赶紧解释自己绝对没有恶意，并一再保证自己是认真的。看着伊芙琳心虚的样子，卡尔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主动问他2个月的时间够不够。伊芙琳一听，顿时心中狂喜，甚至还想得寸进尺的争取3个月。结果卡尔脸色一沉，直接威胁要改回1个月，吓得伊芙琳赶紧改口，表示2个月就已经非常完美了。达成协议后，卡尔站起身，表示明天会抽空过来找他。卡尔迈步走向坐在沙发上的伊芙琳，伊芙琳一脸疑惑地抬起头，不明白他口中所谓的时间到底指的是什么。还没等伊芙琳反应过来，卡尔已经俯身逼近了他，将他整个人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伊芙琳顿时紧张的心跳加速，只能有些慌乱地轻声唤着公爵大人。伊芙琳在心里直呼太近了，整个人紧张的不行。卡尔看着眼前的伊芙琳，低声说，现在是互相了解的时间了，还反问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听到这话，伊芙琳顿时一脸震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夜幕降临，窗外传来阵阵鸟鸣，伊芙琳独自在房间里抱紧枕头，整个人愁容满面。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仅没能取消这份契约，明天居然还要和卡尔去约会。伊芙琳回想起原著小说的设定，卡尔为了挡掉那些烦人的求婚，会特意挑选一个女人作为契约情人。根据原著剧情，一旦雷娜公主出现，卡尔就会觉得契约情人失去利用价值，并毫不留情地将其除掉。想到这里，伊芙琳彻底慌了，她可不想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回到现实中，伊芙琳正抱着枕头委屈地吸着鼻子，艾米丽看着她这副模样，无奈地叹了口气，轻声唤着她的名字。艾米丽双手环抱在胸前，一脸严肃地审问伊芙琳，追问她和公爵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今天早上伊芙琳刚溜回家，就被守在门口的艾米丽抓了个正着，面对追问她只能把昨晚的事全招了。听完这荒唐的经过，艾米丽忍不住直接吐槽，说自家小姐这事办得实在是太差劲了。伊芙琳委屈地抱着枕头反驳，觉得艾米丽应该站在自己这边。艾米丽却完全不帮她说话，继续无情吐槽，说她明明答应了要对人家负责，结果却把公爵一个人丢在床上溜了。伊芙琳委屈地辩解，说自己当时喝醉了，根本不记得签过什么契约。艾米丽无奈地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毕竟契约已经生效，要是被伯爵大人知道，他肯定少不了一顿臭骂。看着急得快要哭出来的伊芙琳，艾米丽叹了口气，说如果她真的不想结婚，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艾米丽凑到伊芙琳耳边出主意，说只要想办法让公爵主动提出退婚就行了，毕竟如果是对方反悔，伊芙琳就不用承担任何后果。听到这个主意，伊芙琳顿时眼前一亮，兴奋地直夸艾米丽简直是个天才。艾米丽推了推眼镜，开始出谋划策。第一步就是要摸清公爵的喜好，她让伊芙琳在明天的约会上仔细观察，只要找到对方讨厌的东西，就能对症下药，让他主动退婚。转眼到了第2天约会日，伊芙琳正在房间里梳妆打扮，这时侍从敲门进来汇报，说卡尔公爵已经到了。此时卡尔正站在马车旁等待，伊芙琳看着窗外，心想自己的退婚计划简直完美。伊芙琳紧张地咽了咽口水，顺从地让卡尔牵着她走向马车。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男人的喜好摸个透，好让他主动提出退婚。可他刚在马车里坐下，卡尔就突然开口提醒他，说这里并不是他的座位。伊芙琳顿时有些懵了，不知道自己该坐到哪里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卡尔就再次伸手拉住了他。卡尔直接把伊芙琳抱到了自己腿上，指着自己的怀里说这才是他的座位。伊芙琳整个人都傻了，反应过来后慌忙挣扎，质问卡尔到底想干什么。卡尔却一脸淡定地反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为了不惹恼这个疯批反派，伊芙琳只能违心地夸赞他的怀抱很舒服，但还是委婉地表示这样进展太快了。可卡尔搂着他的腰，慢条斯理地回了一句，说他以前明明很喜欢这样，吓得伊芙琳瞬间瞪大了眼睛。卡尔嘴角微微上扬，凑到伊芙琳耳边低声补充道，他以前明明很喜欢在上面。接着卡尔用充满戏谑的语气追问，问他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甚至还轻声唤着他的名字。面对卡尔露骨的调戏，伊芙琳整个人瞬间僵住，在心里怒骂对方是个变态。卡尔却一脸无辜地凑过来，指出他明明脸都红了。伊芙琳气得当场反驳，指责他绝对是不怀好意。卡尔面不改色地否认，表示自己绝无此意。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伊芙琳一时有些动摇，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多了。然而看着怀里好骗的伊芙琳，卡尔却在心里默默吐槽他是个笨蛋。卡尔紧紧握住伊芙琳的手，霸道地宣称等两人结婚后要把她锁在卧室里，不让任何男人看到她。还没等伊芙琳反应过来，卡尔突然凑过去亲了她。这突如其来的亲吻让伊芙琳整个人彻底懵掉。回过神来的伊芙琳慌忙开口，试图让卡尔先放自己下来。卡尔
却想都没想，直接一口回绝了他。伊芙琳红着脸小声抗议，提醒卡尔两人还在互相了解，在马车里搂搂抱抱实在不合适，要是被旁人看见，会误会他们已经结婚了。卡尔听完不仅没有放手，反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看得伊芙琳心里有些发毛。卡尔突然凑近他，低声提醒他搞错了一件事，对他来说，在什么地方根本就无所谓。伊芙琳慌忙推拒，再次提醒这可是在马车里。卡尔却一脸淡定的表示知道，随后便不由分说的吻了上去，还低声命令他放松，别动。等马车终于抵达目的地，卡尔直接将伊芙琳抱下车。此时的伊芙琳精疲力竭，仿佛被吸干了灵魂般呆立在原地。回想起刚才在马车上被卡尔按着狂吻个不停，好不容易停下来，卡尔居然还嫌弃他体力太差，这可把伊芙琳气得够呛，在心里疯狂吐槽，明明是卡尔的体力太非人类。看着卡尔熟练的动作，伊芙琳忍不住开始怀疑，这家伙真的像传闻中那样没有经验吗？毕竟传闻都说没经验的男人吻技很差，可卡尔的吻却让他根本招架不住，完全摸不透这个男人。伊芙琳心里警钟狂响，压根不敢相信自己是他的第一个女人，没想到卡尔却突然开口，坦言伊芙琳确实就是他的第一次。这番对话把旁边的随从听得一脸懵，伊芙琳更是满脸不信，直言这根本不合常理，毕竟谁的初吻能这么熟练？面对伊芙琳的质问，卡尔却再次凑上前，理直气壮地表示，那只能说明自己在这种事上极具天赋。伊芙琳吓得赶紧出手，一巴掌死死捂住卡尔的嘴，让他赶紧打住。卡尔被捂着嘴，还一脸无辜，质问不是他说要互相了解的吗？伊芙琳红着脸小声辩解，自己指的是精神上的了解，而不是这种肉体上的接触。他理直气壮地提醒卡尔，既然之前已经答应了延长追求期，那今天就绝对不准再接吻了。卡尔听完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他看着伊芙琳，突然又叫了他的名字。伊芙琳有些疑惑地转头询问，卡尔接着质问伊芙琳，昨晚在他身下时明明叫名字很顺口，怎么现在又开始叫公爵大人了？伊芙琳被这露骨的话吓得瞬间僵住，只能弱弱地解释自己也是迫不得已。看哲卡尔追问原因，伊芙琳赶紧让他保证听完绝对不能生气。卡尔沉着脸表示自己根本没生气，可他那浑身散发着黑气的恐怖模样，让伊芙琳在心里疯狂吐槽，这家伙明明从刚才起就一直沉着脸。伊芙琳咽了咽口水，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坦白，直言卡尔的样子实在太吓人了。站在马车旁，伊芙琳弱弱地提醒卡尔，之前明明答应过不生气的。卡尔面不改色地坚称自己没生气，可他那冷冰冰的眼神让伊芙琳在心里疯狂吐槽，这明明就是气得不轻。卡尔突然叫了伊芙琳的名字，吓得他赶紧紧张地回应。接着卡尔温柔地牵起伊芙琳的手，要求他从现在开始改掉那些生疏的敬称和客套。卡尔要求伊芙琳直接叫他的名字，伊芙琳虽然有些迟疑，但还是红着脸小声叫了声卡尔。看着眼前帅气的卡尔，伊芙琳的心脏开始疯狂乱跳，忍不住在心里暗骂，这家伙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他赶紧捂住胸口，让自己冷静下来，提醒自己今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必须尽快摸清卡尔的喜好才行。伊芙琳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她转头看向车窗外热闹的街市，发现今天正好是限量版华夫饼开售的日子。卡尔注意到他的视线，主动问他想不想吃。伊芙琳有些不好意思的表示想尝一点点。卡尔见状准备亲自下车去买，外面的随从赶紧表示自己可以去跑腿。卡尔拒绝了随从的代劳，决定亲自去排队买华夫饼，让伊芙琳和艾米丽先在原地休息。看着卡尔离去的背影，艾米丽忍不住在一旁小声感叹，觉得这位公爵大人真是体贴入微。可伊芙琳却完全高兴不起来，反而觉得这事透露着诡异。她深知卡尔是个喜怒无常的疯批，现在突然对自己这么好，指不定是在憋什么坏招，好在日后能毫无顾忌地除掉自己。想到这，伊芙琳越想越觉得害怕，怀疑这温柔的背后全是这个男人的阴谋诡计。艾米丽有些不解地问伊芙琳，既然公爵看起来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为什么还要特意带上自己？伊芙琳无奈地解释，自己实在害怕和那个疯批单独相处，而且艾米丽根本不明白其中的内幕。正当伊芙琳准备向女仆解释时，不远处一个红发男子听到了她的声音，男子猛地转过身，大声呼喊着伊芙琳的名字。听到有人叫自己，伊芙琳和艾米丽疑惑地回头看去，看清来人是埃德温后，伊芙琳顿时一脸惊讶，脱口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埃德温气喘吁吁地跑上前，愤怒地质问伊芙琳这段时间去了哪里，说自己从那天起就一直在找他。伊芙琳却态度冷淡，直接挑明两人的婚约已经取消，自己和他没什么好说的。埃德温情绪激动地一把抓住伊芙琳，急切地请求他听自己解释，声称那天发生的事真的只是个误会。看着埃德温死缠烂打地抓着自己，伊芙琳满脸嫌弃地让他放手，随后毫不客气地一把甩开了他的手。伊芙琳冷笑着嘲讽，让他带着那些错误继续过日子，反正自己已经写信给父母，决定彻底取消两人的婚约。埃德温听完顿时急了，大吼着绝对不同意退婚。伊芙琳却毫不退让地当场戳穿，指责他既然在宴会上和别的女人鬼混，现在就少在这指手画脚。伊芙琳指着埃德温的鼻子破口大骂，让他与其在这死缠烂打，不如先管好他自己的下半身。这粗俗的词汇让埃德温瞬间愣在原地，周围路人听到后也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开始对着他指指点点小声议论。埃德温顿时觉得脸上挂不住，气急败坏地质问伊芙琳是不是疯了，居然敢对未来的丈夫大吼大叫。接着他
又把责任推给别人，声称那天的事全都是卡尔的错。听到埃德温脱口而出的名字，伊芙琳整个人都愣住了。伊芙琳心里一惊，怀疑埃德温口中的人到底是不是卡尔。还没等他想明白，埃德温又死皮赖脸的贴了上来，劝他不要一时冲动退婚。埃德温甚至开始威胁，提醒他社交界的舆论传播极快，退婚对他的名声没有任何好处。正当埃德温喋喋不休地警告他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冷酷的嘲讽，伴随着沉稳的脚步声，卡尔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伊芙琳转头看清来人，顿时惊讶地喊出了卡尔的名字。卡尔面色阴沉地走上前，冷酷地嘲讽埃德温是个碍眼的家伙。然而他手里却还捧着刚刚排队买来的可爱华夫饼，这极具反差的画面让伊芙琳忍不住在心里疯狂吐槽。卡尔眼神冰冷地盯着埃德温，警告他立刻放开伊芙琳。埃德温被卡尔的威压震慑住，认出对方正是卡尔公爵，心里纳闷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碍于卡尔的身份，埃德温只能强装镇定地开口，询问卡尔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伊芙琳一见卡尔来了，立刻拉着艾米丽躲到他身后，大声指控埃德温刚才在骚扰他们。他紧紧揪住卡尔的衣角，开始委屈的告状，说埃德温不仅强行拽他的胳膊，还当街对他大吼大叫进行羞辱。卡尔面无表情地捧着华夫饼，冷冷地追问还有什么。伊芙琳赶紧继续补充，说埃德温还大言不惭地宣称绝对不同意解除两人的婚约。卡尔听完眼神更加冰冷，继续追问埃德温还说了什么。这强大的压迫感直接把一旁的埃德温吓得脸色发青。伊芙琳继续大声告状，说埃德温不仅出言侮辱他，还威胁说解除婚约会毁了他的名声，甚至还死缠烂打做出恶心的举动。听完这些话，卡尔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去，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杀气。他转过身温柔地对伊芙琳道歉，并询问能不能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还没等伊芙琳反应过来，卡尔就把手里的华夫饼塞给了他。随后卡尔冷冷地表示自己有些事情需要和眼前的埃德温单独谈谈。伊芙琳见状十分识趣，立刻拉着艾米丽准备开溜。不过临走前他还不忘小声叮嘱，让卡尔下手稍微轻一点，千万别把人给弄死了。眼看唯一的救命稻草要走，埃德温慌忙想要叫住伊芙琳，却被卡尔一把死死揪住了衣领。卡尔居高临下的看着埃德温，冷冷的表示自己会速战速决，吓得埃德温当场浑身一颤。卡尔冷冷的警告埃德温，自己最讨厌拖泥带水。接着胡同里便传出埃德温的惨叫声。等解决完埃德温，卡尔又带着伊芙琳去约了会，直到傍晚，伊芙琳才疲惫的回到家。一进屋，他就瘫坐在地上，脑海里全是卡尔当时那恐怖的表情，至今都觉得后背发凉。当时卡尔脸上还带着别人的血迹，却依然微笑着邀请他去公园散步，还语气轻松地强调这血可不是他自己的。虽然这次卡尔帮他教训了埃德温，可伊芙琳心里非常清楚，要是哪天自己也不小心惹怒了他，下场绝对会比埃德温还要惨。艾米丽也在一旁扎心提醒，说他这一路上光顾着享受宠爱收礼物，结果到头来连卡尔的喜好都没摸清。伊芙琳越想越郁闷，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甩掉渣男埃德温，结果却惹上了最恐怖的卡尔，照这样下去迟早连小命都保不住。就在伊芙琳为卡尔的事发愁时，她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普雷尔家族的邀请函。伊芙琳一眼认出这是她闺蜜凯特发来的茶会邀请。艾米丽在一旁好奇地询问，这茶会是不是为了打听她和卡尔的八卦？伊芙琳无奈地表示肯定逃不掉。两人正相对无言，伊芙琳看着手里的邀请函，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兴奋地表示自己终于有办法了。伊芙琳想到的妙招就是去找她的闺蜜凯特，因为凯特可是个恋爱达人，身边从不缺追求者。伊芙琳计划先去茶会向凯特讨教恋爱经验，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好让卡尔主动跟她退婚。伊芙琳对这个计划信心满满，觉得简直完美无缺。可一旁的艾米丽看着她，却忍不住在心里暗暗担忧。伊芙琳暗暗给自己打气，觉得这绝对是个好机会，这次一定要彻底摸清卡尔。可等她兴冲冲地赶到茶会，却看到被寄予厚望的恋爱达人正趴在桌子上毫无形象地嚎啕大哭，对方一边抹眼泪一边痛骂前任，抱怨男人简直是世界上最难懂的生物，发誓要诅咒那个甩掉他的混蛋一辈子。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场面，原本信心满满的伊芙琳瞬间傻了眼。看着眼前混乱的茶会，伊芙琳在心里直犯嘀咕，这和她预想的恋爱专家完全不一样。多罗西主动向刚到场的伊芙琳打招呼，伊芙琳连忙低声询问凯特大哭的原因。凯特一边打嗝一边委屈的抱怨，觉得自己并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结果他一开口，全是要对方随时汇报1日3餐和行程，甚至连跟其他女性说话的字数都要管。听到这些令人窒息的监控要求，伊芙琳和朋友们顿时一阵无语，终于明白凯特为什么会被甩了。凯特哭诉着前任分手时的狠话，对方直言他的战友愈让人窒息，根本没有男人会喜欢这种控制狂。多罗西在一旁手忙脚乱的安慰，虽然承认凯特的做法有些过分，但还是极力帮他找补，结果却让凯特哭得更加伤心。看着眼前哭诉的闺蜜，伊芙琳却在心中暗自窃喜，她终于找到了被退婚的秘诀，决定用极端的战友欲去对付卡尔。伊芙琳一边递上甜点安慰凯特，一边在心中默默盘算着要让卡尔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控制狂。同伴突然话锋一转，打听起埃德温的近况，伊芙琳顿时有些尴尬，眼看八卦的火要烧到自己身上，伊芙琳赶紧找借口告辞，声称自己突然想起还有急事。她觉得现在可不是闲聊的时候，必须立刻回去实施她的战友
预计划。艾米丽也识趣的跟上，询问是不是现在就回家。伊芙琳一刻也不想耽误，她紧张的咽了咽口水，直接吩咐车夫改道，立刻前往卡尔的府邸。马车很快抵达了目的地，看着眼前宏伟的建筑，伊芙琳却有些意外。她本以为卡尔住的地方会像个阴森的鬼屋。伊芙琳站在卡尔的府邸前，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小说里关于这个家族的恐怖传闻。据说这栋府邸的地下室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尸体，前任公爵甚至把制作标本当作兴趣爱好。更可怕的是，前任公爵夫人为了保持年轻，居然用年轻女仆的鲜血来沐浴。伊芙琳本以为公爵府里会很恐怖，可当她紧张地走进大门，伴随着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一个温和的声音突然传来向她问好。来人，自我介绍，名叫雨果，是卡尔公爵的助手。看着眼前这位面带微笑的青年，伊芙琳有些意外，觉得他看起来非常温柔善良。伊芙琳为自己的偏见感到有些尴尬，没想到公爵府的人其实挺和善。雨果询问他是不是来找卡尔的，伊芙琳有些紧张地给出了肯定回答。得知卡尔此时正在办公室里，雨果主动提出要为他带路，伊芙琳心里有些打退堂鼓，客套地表示如果卡尔太忙，自己可以改天再来。雨果却笑着解释，卡尔特意吩咐过，只要他来就立刻带过去。这让伊芙琳感到十分意外，没想到卡尔居然会为了他随时空出时间。伊芙琳心里忍不住有些打退堂鼓，担心自己贸然登门，万一弄巧成拙，彻底惹怒了卡尔怎么办？可转念一想，要是无法成功解除婚约，落到他手里，早晚也是个死。走在前往办公室的走廊上，伊芙琳偷偷掏出随身的小本本，决定硬着头皮开启他的控制狂计划。他打算第一步就要求卡尔以后无论去哪跟谁在一起，都必须第一时间向自己报备，除了随时报备行程，还要卡尔汇报1日3餐，绝不允许用工作忙当借口。伊芙琳看着本子上的条款，忍不住在心里偷偷窃喜。就在他沉浸在计划中时，一旁的雨果突然笑着问他是不是平时很喜欢学习，看他刚才读得那么专心。伊芙琳有些尴尬的解释自己只是想充分利用空闲时间。雨果听完忍不住温柔地笑了起来，直言一直对他非常好奇，今天能见到他感到十分荣幸。雨果带着伊芙琳来到办公室门前，轻轻敲了敲门，门内很快传来卡尔允许进入的声音。雨果体贴地为伊芙琳推开门，并微笑着祝他待会儿聊得开心。看着缓缓打开的大门，伊芙琳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在心里默默提醒自己一定要牢记这次的控制狂计划。伊芙琳走进办公室，卡尔正坐在桌前翻看文件。伊芙琳在心里默默给自己打气，一定要让卡尔彻底讨厌自己。于是他深吸一口气，恭敬地称呼卡尔为公爵大人，并表示自己有个请求。没想到话还没说出口，卡尔就冷淡地一口回绝。伊芙琳顿时愣在原地，不明白为什么还没说就被拒绝。结果卡尔只是微微闭眼，反问他为什么叫自己公爵大人。卡尔提醒伊芙琳不要再称呼他为公爵大人。伊芙琳这才反应过来，直接撑着桌子大声直呼卡尔的名字，表示自己有个请求想拜托他。看着被吓一愣的卡尔，伊芙琳赶紧道歉，怪自己一时激动声音太大。好在卡尔并没有介意，反而主动追问他到底有什么事。伊芙琳便试探着开口，表示两人现在正处于互相了解的阶段，其实就相当于在谈恋爱。卡尔听完平静地承认了这个说法。见卡尔没有反对，伊芙琳顺藤摸瓜抛出了他的控制狂计划。他要求卡尔以后去了哪见了谁，干了什么事，事无巨细全都要向他汇报。卡尔听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看着卡尔这僵硬的表情，伊芙琳心里顿时有些发虚。伊芙琳虽然心里发虚，但还是硬着头皮继续提要求。他让卡尔每天汇报1日3餐，连每顿饭的味道都要写清楚，并且要定期提交简短的报告。伊芙琳笑着解释说，这都是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他。接着他又变本加厉地补充，如果卡尔平时工作太忙，那就压缩睡眠时间来写报告，绝对不能用没时间当借口。听到这番极其无理的要求，卡尔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看着卡尔那阴沉的脸色，伊芙琳顿时吓得心里直发毛，怀疑对方是不是在瞪自己。他赶紧慌乱地摆手解释，表示如果太麻烦的话就算了，让卡尔直接忽略他刚才说的话。可没想到卡尔并没有发火，反而一脸平静地追问他还有没有其他要求。这出乎意料的反应，直接把伊芙琳给整不会了。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表示暂时没有了。虽然卡尔没有当场发飙，但伊芙琳的心脏还是忍不住狂跳，完全摸不透对方到底在想什么。不过看着卡尔那毫无波澜的脸，伊芙琳觉得自己的控制狂计划应该算是成功迈出了第一步。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伊芙琳手里正拿着一封信，十分笃定地对艾米丽表示自己这次绝对猜得没错。艾米丽有些好奇地凑上前询问，伊芙琳兴奋地扬了扬手中的信，断定这是卡尔寄来的退婚信，觉得肯定是昨天的控制狂计划起了作用，卡尔绝对是被他烦透了。艾米丽有些怀疑卡尔是不是真的那么讨厌，伊芙琳却一脸得意地打包票，直言昨天卡尔的脸色难看极了，这封信绝对是来跟他划清界限的。伊芙琳脑海中闪过埃德温冷淡的逐客令，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现在的好心情。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心里已经开始美滋滋的脑补。他觉得信里肯定写着要取消婚约，到时候自己只要装模作样地伤心一下，顺水推舟答应下来就大功告成了。
可当他信心满满的展开信纸，看清上面的内容后，整个人却瞬间傻在了原地，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信里卡尔先为昨天突然送他回家道歉，解释是因为要和家臣开紧急会议，并表示一定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卡尔不仅记录了昨天接触的每个人，还详细写明了行程和一日三餐，甚至把开会审阅的所有业务报告全都当成附件一起寄了过来。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伊芙琳彻底傻眼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控制狂计划居然会是这个后果。艾米丽在一旁小声提醒说，后面其实还有一页。伊芙琳翻开一看，发现这居然是卡尔的饮食计划。卡尔不仅把三餐吃什么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每一道菜的卡路里都精确地标注了出来。更离谱的是，卡尔还给每顿饭都写了点评和打分，连黑咖啡配吐司这种细节都没放过。不仅如此，卡尔甚至找私人厨师要来了所有食材的产地和营养报告，全都作为附件贴在最下面。信的末尾居然还有一行附言，卡尔表示为了沟通能更加顺畅，他专门派了一位信得过的骑士来担任两个人之间的联络员，只要有突发启程就会让骑士来报备。伊芙琳看完整个人都不好了，只能虚弱地呼唤艾米丽。艾米丽在一旁直言不讳地吐槽说，小姐这下算是彻底弄巧成拙了，明明是想掌控对方的行踪，结果反而是他自己的一举一动全都要被这名骑士实时汇报给卡尔了。伊芙琳这才猛地反应过来，自己这哪里是掌控了卡尔，分明是给自己找了个全天候的监视器。艾米丽在一旁继续无情补刀，说卡尔这招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是彻底断了他逃跑的后路。听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伊芙琳整个人如遭雷劈，手里的信纸无力的滑落。她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是想逼退对方的计划，怎么最后反倒把自己给套进去了。伊芙琳虽然备受打击，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趴在地上，把散落的信纸又捡了起来。就在她整理信件时，突然注意到上面写着的一项重要议程，卡尔居然买下了西部矿区，这让伊芙琳感到十分困惑。艾米丽也凑过来提起，那个矿区因为产量下滑，矿工们早就已经陆续离开了。伊芙琳突然反应过来，她在原著小说里读过这个设定，这个看似废弃的西部矿区，其实在后期会开采出大量的魔力石。不仅如此，卡尔买下的东部多曼荒地，在未来也是一块风水宝地。伊芙琳这才惊觉，卡尔买下的全都是未来会暴涨的黄金地段，在完全不知道原著剧情的情况下，居然能有这种神级眼光，这简直就是个投资天才。伊芙琳看着手中的信件，觉得读这些日常报告还挺有意思的，便兴致勃勃地继续往下看。信上写着，卡尔刚结束剑术训练，吃完晚饭后正光着身子泡在浴缸里，身上还涂满了玫瑰精油。这过于详细的私人行程让伊芙琳瞬间有些不知所措。看着信上过于隐私的行程汇报，伊芙琳羞得满脸通红。她意识到这样下去根本不行，昨天的控制狂计划不仅没能吓退卡尔，反而让他送来了更详细的日常报告。艾米丽看着反常的伊芙琳，也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眼看明天就是两人的下一次约会，伊芙琳顿时陷入了恐慌。她深知必须想出更强硬的手段才行。既然昨天的战友预计划毫无效果，伊芙琳咬了咬牙，决定在明天的约会上彻底加大力度。她决定直接侵入卡尔最私密的个人生活。第二天清晨，伊芙琳一大早就赶到了公爵府，因为满脑子都在盘算新计划，她昨晚兴奋的根本没合眼。在大厅值守的雨果看到气喘吁吁的伊芙琳，一时间有些措手不及，惊讶她今天居然来得这么早。雨果有些疑惑地询问伊芙琳，卡尔本来打算亲自去接她，是不是出了什么急事？伊芙琳有些心虚的掩饰，声称自己只是迫不及待想见到卡尔。雨果听完恍然大悟，便请伊芙琳稍等片刻，因为卡尔此时还在卧室里休息。听到卧室这个词，伊芙琳顿时眼前一亮，她当即要求雨果立刻带她过去，这让雨果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伊芙琳在心里暗自盘算，直接闯入卧室这种极端的越界行为，这次绝对能让卡尔对她彻底反感。为了让雨果带路，伊芙琳红着脸搬出未婚妻的身份，表示自己迟早会成为卡尔的妻子。纯情的雨果听到这话，瞬间羞红了脸，整个人被震惊的不知所措。顶不住攻势的雨果只好妥协，指了指走廊尽头的房间。伊芙琳见计划得逞，立刻一路小跑冲了过去。虽然对欺骗雨果感到有些愧疚，但为了能顺利退婚保住小命，伊芙琳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她来到门前，深吸一口气，直接伸手推开了卡尔的卧室大门。伊芙琳闭着眼睛大声道歉，声称自己是因为太想念卡尔，才忍不住直接闯了进来。可当他睁开眼睛，却瞬间愣在了原地。此时的卡尔显然刚洗完澡，身上只松垮的裹着一件浴袍，水珠顺着脖颈不断滑落。看着眼前这出乎意料的一幕，伊芙琳整个人都傻了眼。卡尔神色冷淡地看着不速之客，松垮的浴袍根本遮挡不住他的身材。伊芙琳瞬间被眼前的画面冲击得满脸通红，整个人僵在门口不知所措。反应过来的伊芙琳慌忙把门死死关上，隔着紧闭的房门，她在门外羞得语无伦次，只能扯着嗓子大声向卡尔道歉。靠在门外的芙琳心跳狂飙，脑子里全是刚才卡尔没穿衣服的画面。正当他懊恼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时，紧闭的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毫无防备的伊芙琳瞬间失去平衡向后倒去，眼看就要摔倒在地的伊芙琳发出一声惊呼，卡尔眼疾手快，伸手一把将她揽入怀中。伊芙琳整个人被抱得双脚离地，她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向卡尔道谢。卡尔低声唤着伊芙琳的名字，缓缓朝她凑了过来。卡尔贴在伊芙琳耳边低声质问，问她还想往哪里逃。
怀里的伊芙琳瞬间羞红了脸，整个人都僵住了，被卡尔紧紧搂在怀里。伊芙琳吓得惊叫出声，红着脸结结巴巴的解释，说自己根本没想逃跑，只是因为刚才卡尔没穿衣服。卡尔却根本不听他的辩解，直接单手把他整个人拎了起来，像拎小猫一样悬在半空中。接着卡尔手臂一用力，直接把伊芙琳抱了进去。被抱进房间的伊芙琳顿时慌了神，连忙大声质问卡尔到底要带他去哪里。卡尔头也不回的回答要去床上，这可把伊芙琳吓坏了，急忙挣扎着让卡尔放他下来。但卡尔态度十分坚决，直接一口回绝，抱着他继续朝床边走去。卡尔把伊芙琳扔在柔软的被褥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卡尔便俯身直接压了上来，双手撑在他的身侧，将他整个人困在身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伊芙琳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卡尔看着身下的伊芙琳，问他闯入卧室是不是为了这个。伊芙琳慌忙解释这是个误会，卡尔却根本不信，提起他之前说过是因为想他才来的原话，接着直接握住伊芙琳的手，与她十指紧扣。卡尔一边低声呼唤着她的名字，一边俯身亲吻她的颈侧，手也顺势搂住了她的腰。卡尔贴在她的颈侧，低声追问她到底有多想自己。伊芙琳在心里暗叫不好，意识到自己这次彻底玩火自焚，再这样下去又要被卡尔完全拿捏。看着卡尔那充满侵略性的目光，他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红着脸小声承认自己确实有一点点想他。听到伊芙琳这番软化的话，卡尔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伊芙琳忙补充说只是好奇他的行踪，顺势提议先把误会解开，好好谈谈。见卡尔情绪产生动摇，伊芙琳当即一口咬住了卡尔的衣领。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傍晚，伊芙琳整个人瘫坐在床上，一副灵魂出窍的模样，心里直呼自己这次真是被卡尔给彻底吃干抹净了。卡尔端着一碗热汤坐到床边，温柔地舀起一勺，哄着伊芙琳说等他喝完就亲自送他回家。接着卡尔便示意他张嘴。面对这温柔的攻势，伊芙琳根本无力反抗，只能乖乖地张嘴配合，一边嚼着食物，一边在心里默默抓狂。伊芙琳气鼓鼓地瞪着卡尔，抱怨他实在太粗暴，非要折腾到自己动弹不得才罢休。卡尔却一脸无辜地表示，明明是伊芙琳先主动求他的。马车里，伊芙琳急得大喊大叫，坚称那完全是个误会。刚一下车，伊芙琳就气得对卡尔拳打脚踢，嘴里还不停骂他是禽兽和变态。卡尔慢条斯理地提醒他，明明是他先主动投怀送抱的，接着又凑近追问他到底喜不喜欢。这一下直接戳中了伊芙琳的软肋，她瞬间羞红了脸，支支吾吾的，根本答不上来。卡尔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顺势亲了伊芙琳的脸颊。他凑到伊芙琳耳边坦言，早上睁开眼第一个看到她，自己其实非常高兴。临走前，卡尔温柔的跟他道晚安，并约好明天再见。看着卡尔离去的背影，伊芙琳捂着滚烫的脸颊，心跳瞬间彻底失控。回到房间后，艾米丽忍不住质问伊芙琳，为什么偏偏要跑到卡尔的卧室去？伊芙琳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委屈的辩解说自己觉得那里最合适，而且当时带路的雨果也没有反对。想到雨果当时的反应，两人不禁开始怀疑雨果是不是早就和卡尔串通好了，故意在旁边看他们的笑话。伊芙琳趴在桌上胡思乱想，她本以为直接闯入卧室能让卡尔彻底讨厌自己，甚至直接叫他滚蛋。可卡尔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说早上能看到他自己很高兴，临走前还温柔的跟他道晚安。看着卡尔离去的背影，伊芙琳忍不住开始怀疑卡尔是不是真的喜欢上自己了。艾米丽在一旁轻声提醒，劝他还是回床上躺着休息。伊芙琳却在心里暗自较劲，坚信自己绝对不会轻易上当。伊芙琳担心卡尔随时可能发疯，而且再过一周，他的父母和弟弟就要回到领地了，他必须在家人听到风声之前，悄悄把退婚的事情彻底解决。伊芙琳无精打采地趴在桌上，一时间根本想不出应对的办法。夜深了，桌上的文件终于整理完毕。雨果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自己起草的结婚公告。在公告里，伊芙琳被形容为卡尔的初恋和帝国第一美人，两人还计划在暮春举行婚礼。雨果得意地向卡尔表功，说这是专门给帝国报纸准备的。然而卡尔听完却面无表情，完全没有任何喜悦的反应。卡尔心里其实早就看穿了他的意图，知道他一直在动脑筋想解除婚约。不过卡尔可不打算放手，他嘴角微微上扬，直接下令明天就发布结婚公告，是要将两人的婚事彻底定下来。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伊芙琳还在床上呼呼大睡，梦里还迷迷糊糊地劝着谁冷静一点。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愤怒的咆哮，指名道姓让伊芙琳立刻出去。这巨大的动静直接把熟睡中的伊芙琳给惊醒了，她猛地从被窝里坐起身，一脸懵地看着四周，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艾米丽慌慌张张地推开门，向伊芙琳报告了一个坏消息，原来是出门在外的伯爵大人竟然提前回到了府邸。还没等伊芙琳反应过来，伯爵愤怒的咆哮声就响彻了大厅，他指责自己才离开没多久，伊芙琳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烦。看着怒气冲冲的父亲，伊芙琳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闯了什么祸。伊芙琳低头看向递到眼前的报纸，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报纸头版头条上赫然写着，卡尔公爵已经公开宣布了婚讯，对象正是他伊芙琳。更离谱的是，报纸上还大肆渲染，说他拥有小鹿般的眼睛和女神般的美貌。看着这些肉麻到极点的夸张描述，伊芙琳尴尬的直抓狂，忍不住在心里怒吼，这到底是谁写的鬼东西？伊芙琳还没从报纸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就被父亲的一声怒吼拉回了现实。
伯爵侄者伊芙琳破口大骂，指责他刚退婚就又传出婚讯，简直把家族的脸都丢光了。伊芙琳只能无奈的小声辩解，表示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但退婚和结婚都不是自己的本意。坐在一旁的弟弟却冷哼一声，直接戳穿了他的谎言，说外面都传遍了是他动手打了前未婚夫，才导致退婚的。弟弟继续冷嘲热讽，说多亏了伊芙琳，家族的名誉才彻底扫地。伊芙琳气得直咬牙，刚想开口反击弟弟，却被父亲的一声怒吼直接打断。父亲厉声斥责他没资格对弟弟大声嚷嚷，还质问他这几天夜不归宿的事情。面对父亲的偏心，伊芙琳感到无比委屈。明明弟弟经常在外面花天酒地惹是生非，父亲却从来都不管教。可还没等他辩解，父亲又指责他不知悔改，反而把责任推给弟弟。弟弟在一旁翘着二郎腿，理直气壮地宣称男女有别。母亲不仅不帮他说话，反而低声下气地劝他赶紧向父亲低头道歉。看着眼前这一幕，伊芙琳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她这才猛然清醒过来，这个家从来都是这样，只要求女人温顺听话。她死死攥紧了裙角，心里无比清楚，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里，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看着冷漠的家人，伊芙琳委屈地流下眼泪，深感在这个家里根本没人会帮自己。就在他感到孤立无援时，卡尔突然走了进来，他伸手将伊芙琳护在怀里，冷冷地质问众人：伊芙琳到底做错了什么？看到突然出现的卡尔，父亲和母亲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连伊芙琳自己也含着泪水，完全没料到卡尔会在这时现身。卡尔冷冷地扫视着众人，当众宣布伊芙琳和那个无赖解除婚约，根本就不是他的错。接着他搂紧了怀里的伊芙琳，表示自己早就想来拜访弗洛伦斯家族了。卡尔接着补充道，他这次亲自登门拜访，正是为了当众宣布两人的婚事。随后众人围坐在餐桌前用餐，面对这位尊贵的公爵，伊芙琳的父母战战兢兢地低头吃饭，整间餐厅的气氛显得十分压抑和尴尬。可卡尔却像没事人一样，突然当着伊芙琳父母的面夸赞，报纸上的文章根本没能完全展现她的美貌。这话一出，直接把正在喝酒的父亲呛得当场喷了出来。伊芙琳更是羞得满脸通红，怎么也没料到卡尔会当面这么夸她，心里却忍不住暗暗欢喜。虽然卡尔用公告强行绑定婚约，让伊芙琳有些头疼，但她很感激卡尔能为自己撑腰。她深知父亲极其好面子，绝对不会轻易妥协，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桩婚事。这时卡尔主动开口，询问父亲对结婚公告的看法。伊芙琳在心里默默给父亲鼓劲，盼着他能立刻站出来反对。然而餐桌上却陷入了一片死寂，父亲根本不敢搭腔。看着餐桌上尴尬的气氛，卡尔主动打破沉默，表示自己可能还不是合格的结婚对象，因此他想提一个建议。父亲战战兢兢地询问是什么建议。卡尔神色平静地宣布，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他打算亲自去接受新郎培训，好为两人的婚礼做准备。听到这个决定，伊芙琳和父母瞬间在餐桌前傻了眼。伯爵回过神来，弱弱的纠正，问卡尔是不是说反了？难道不应该是让伊芙琳去接受新娘培训吗？卡尔却一口回绝，表示伊芙琳根本不需要那些，因为更重要的是，新郎培训是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妻子。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要让伊芙琳住进他的公爵府。听到这个要求，伊芙琳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不就是变态反派的监禁套路吗？他在心里疯狂呐喊，催促父亲赶紧站出来拒绝。好在父亲这次终于鼓起勇气，弱弱的表示让未婚女儿住进男方家里实在不妥。伊芙琳在心里拼命给父亲鼓劲，盼着他能继续坚持立场。就在父亲好不容易开口拒绝时，母亲却突然表态同意了这门婚事。她对卡尔主动接受新郎培训的态度感到非常满意和惊喜，甚至直接询问卡尔什么时候开始。卡尔礼貌的回答就在2天后。眼看母亲已经被卡尔彻底收买，伊芙琳在一旁急得整个人当场石化。2天后，伊芙琳终究没能逃过这一劫，只能哭丧着脸乖乖收拾行李搬进了卡尔的公爵府。伊芙琳一边抱怨父亲对卡尔唯唯诺诺，一边眼睁睁看着母亲兴高采烈地帮自己收拾行李送出家门。转眼间，伊芙琳就坐上了卡尔的马车，她一路上委屈的直掉眼泪。卡尔见状，主动开口向她道歉，承认自己擅自发布结婚公告，确实没有顾及她的感受。听到卡尔这番诚恳的道歉，伊芙琳有些不敢置信的抬起头。卡尔接着承诺，只要伊芙琳在培训期间乖乖配合，他就会提前送她回家。伊芙琳觉得这个条件并不难办，但心里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说话间，马车已经抵达了公爵府，伊芙琳提着裙摆走下车，府里的女仆们立刻恭敬地迎了上来，汇报说已经按照卡尔的吩咐为伊芙琳准备好了一切。然而眼前的守卫和仆人们个个面色阴沉，四周还盘旋着黑色的乌鸦，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虽然女仆们恭敬地表示会竭诚为她服务，但伊芙琳看着眼前这阵仗，只觉得脊背发凉。在她的视角里，整个公爵府仿佛变成了魔窟，管家和女仆们都像恶魔一样盯着她，吓得她缩成一团，直呼这里的气氛和上次完全不同。就在伊芙琳吓得瑟瑟发抖时，一位面带微笑的女仆长主动迎了上来。她自我介绍叫梅丽，态度非常温和亲切，这和伊芙琳想象中的魔窟完全不同。她有些受宠若惊地向梅丽打招呼，梅丽微微躬身，表示接下来会带她去即将入住的别馆。梅丽带着伊芙琳来到别馆的浴室，介绍说前任公爵夫人最喜欢这里，连雕塑和浴缸都是亲自定制的。梅丽
还笑着提到，公爵夫人洗澡时喜欢让年轻女仆伺候，这让伊芙琳瞬间联想到了恐怖的血域传说，脑海中满是女仆惨叫和血水的画面。伊芙琳吓得浑身发抖，只能硬着头皮附和说：“这故事真有趣。”梅丽贴心的表示，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她。伊芙琳客气的道谢，顺口提了一句自己只住1个月。听到这话，梅丽却微微一笑，提醒她：“可是未来的公爵夫人怎么可能只住1个月？”这话在伊芙琳听来，简直就像是无期徒刑的宣判。她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自己被永远关在鸟笼里的画面，吓得她当场结巴起来。伊芙琳正在别馆里胡思乱想，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卡尔在门外说想和她谈谈，还没等伊芙琳反应过来，卡尔就带着雨果推门走了进来。此时的伊芙琳因为之前的惊吓，整个人虚脱的瘫在椅子上，看起来十分憔悴。看到他这副模样，卡尔有些担心的询问他是否还好。伊芙琳为了不露怯，只能强撑着竖起大拇指，嘴硬的表示自己好得很，并询问卡尔的来意。卡尔表示自己过来是为了商量新郎培训的规则。伊芙琳听得一脸懵，完全不知道新郎培训还要立规矩。卡尔顺手递过来一份每日日程表，伊芙琳好奇的接过去一看，上面居然写着如何成为完美新郎的基础教程，内容甚至要求以公主抱的姿势做500个深蹲，还要练习各种迷人的姿势。这离谱的训练内容让伊芙琳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强度也太大了。接着卡尔又提出了一条新规矩，不管平时工作有多忙，两人每天都必须在一起吃一顿饭。卡尔接着补充道，除了不能在外过夜和私会其他男人，伊芙琳在府里可以自由活动。伊芙琳有些不敢置信的确认，在得到卡尔肯定的答复后，她顿时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卡尔又拿出一个华丽的箱子，表示这是给她的美容基金，让她可以随意支配。伊芙琳好奇的打开箱子，瞬间被里面满满的金币晃花了眼，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雨果在一旁贴心的解释说，卡尔原本准备了更多金币，是怕他有负担才特意减少了分量。伊芙琳听完连连摆手，直呼这笔钱还是太多了。看着满箱闪闪发光的金币，伊芙琳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如果自己1天之内把钱全部花光，卡尔会不会因为嫌弃他败家，从而主动取消这门婚事？想到这里，伊芙琳顿时兴奋起来，当即决定要开始报复性消费。可还没等他把花钱计划付诸行动，雨果就突然开口打断了他，提醒他今天还有更重要的行程。伊芙琳一脸疑惑的抬起头，雨果微笑着告诉他，今天必须先去试穿定制的礼服。伊芙琳在雨果的带领下来到试衣间，一位自称安托瓦夫人的设计师突然凭空出现，把毫无防备的伊芙琳吓了一大跳。还没等伊芙琳反应过来，安托瓦夫人便拍手示意助手们将一排排定制的华丽礼服推了进来。看着眼前琳琅满目、闪闪发光的礼服，伊芙琳瞬间被这华丽的场面震撼到了。伊芙琳忍不住发出惊叹，这些礼服平时极其难买，没想到居然全被弄了过来。安托瓦夫人见她喜欢非常高兴，卡尔则在一旁静静注视。雨果交代完后便行礼告退，表示有任何需要随时吩咐。紧接着帘子缓缓拉开，换上华丽礼服的伊芙琳精致亮相，顿时引来一阵赞叹。伊芙琳接连是穿了好几套华丽的礼服，每一套都穿出了不同的美感，引得安托瓦夫人在一旁赞不绝口，甚至兴奋地不断塞给她更多新衣服。被礼服堆淹没的伊芙琳突然灵机一动，当即大声宣布要买下这里所有的礼服。她心里暗自得意，这笔巨款绝对能把手里的资金全部花光，这样就能顺利达成退婚的目的了。安托瓦夫人笑着告诉伊芙琳，卡尔公爵早就把所有礼服的账结清了，而且付的钱比这些礼服的总价还要多，所以他之后还会再送新衣服过来。听到这个消息，伊芙琳整个人都傻了，没想到卡尔居然提前付了钱，这让他的败家退婚计划直接泡汤。不过伊芙琳并没有放弃，既然买不成礼服，她决定把目标转向更昂贵的珠宝。就在她刚下定决心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一位珠宝商在门外恭敬的求见。不仅是珠宝商，鞋匠、手袋商和帽子商也接踵而至，纷纷送来为伊芙琳定制的商品。看着满屋子贴着自己名字的奢侈品，伊芙琳彻底傻眼了。原来卡尔不仅付清了礼服的钱，连配套的鞋帽、包包也全都提前买单了，这让伊芙琳的败家计划彻底落空。她抓狂的在心里呐喊，必须得赶紧找个能花钱的地方，绝对不能让退婚计划就这么泡汤。伊芙琳发誓今天一定要把手里的资金花光，绝不能让卡尔得逞。于是她气冲冲地推开门走了出去。然而折腾了一整天，伊芙琳和艾米丽坐在长椅上，手里只拿着刚买的烤鸡肉串，看着今天只花掉2串烤肉钱的账单，她彻底无语了。伊芙琳欲哭无泪，因为她发现自己根本无处花钱。谁能想到卡尔居然把这附近所有商铺的账都提前结清了，这让她的美容基金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根本没有花出去的机会。无奈之下，伊芙琳看着手里的烤鸡肉串，心想干脆再买1串算了。就在这时，她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一个黑发红眼的小男孩突然趴在长椅靠背上，直勾勾地盯着伊芙琳手里的烤串。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孩，伊芙琳有些纳闷。男孩眼巴巴地望着肉串，连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看着男孩黑发红眼的模样，伊芙琳越看越觉得他长得非常像某个人。雨果向正在练剑的卡尔汇报，伊芙琳去了广场，预计会在午饭前回来。卡尔停下手中的训练，示意雨果继续汇报下一件事。雨果看着手里的报告，神色变得有些微妙。雨果汇报的第2件事是卡林少爷又从学院逃跑了。
卡琳还留下一封信，声称要去探索世界，让哥哥别找他。看着这封幼稚的离家出走信，雨果有些无奈地询问卡尔该怎么处理。回到公爵府后，伊芙琳终于想到了花钱的办法。她买下大批精致的马卡龙，送给府里的仆人们当谢礼。虽然只花掉了美容基金的一小部分，但伊芙琳总算觉得有些安慰。没想到这个败家举动反而让仆人们感动不已，直呼未来的公爵夫人实在太贴心了。伊芙琳发现大家用异样眼神看着她，以为是自己花钱送礼的败家计划，终于引起了仆人们的反感。直到艾米丽有些担忧地走上前，询问她把卡琳留在府里是否合适，伊芙琳才意识到大家在意的根本不是钱。时间回到昨天晚上，伊芙琳把在街上遇到的黑发男孩带回府邸，向梅丽表示在找到孩子父母前想先照顾他。当时听完这番话的梅丽显得十分慌张，伊芙琳解释说是因为看到孩子独自在广场游荡，才不忍心丢下他不管。梅丽听后也只好答应下来。随后两人推开房门，却发现卡琳正坐在椅子上，一边吃着马卡龙，一边悠闲看书。梅丽有些担忧的小声提醒，收留这孩子还没得到公爵的许可。伊芙琳决定先瞒着卡尔，一边帮孩子找父母，一边偷偷照顾他。伊芙琳心里还打着小算盘，要是卡尔因为这事跟他退婚，那退婚计划不就直接成功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暗自窃喜。这时坐在一旁的卡琳突然开口，好奇地询问这里是不是他的家。伊芙琳有些尴尬地解释，这其实是未婚夫的房子，自己只是暂时借住。卡琳指出仆人们都称呼她为夫人，直接点破她其实是公爵的未婚妻。看着伊芙琳尴尬的反应，卡琳敏锐察觉到她脸上并没有什么喜色。像公爵家这样有钱有势的豪门，嫁进来本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直接追问伊芙琳是不是根本不爱公爵，这只是一场没有感情的政治联姻。被小孩子一针见血戳中真相，伊芙琳尴尬的冷汗直流，只能赶紧转移话题，询问卡琳是不是真的只有9岁。伊芙琳夸赞卡琳年纪小小却很敏锐，没想到卡琳毫不客气的反击，直言她作为一个大人看起来挺蠢的。这突如其来的毒舌让伊芙琳当场石化，一旁的艾米丽甚至赞同的跟着点头。卡琳继续无情吐槽，说她毫无防备就把陌生人带回家，简直是最容易被骗的体质。看着艾米丽在后面疯狂点头，伊芙琳气得直瞪眼，却无话可说。伊芙琳急忙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平时非常谨慎，只是因为对方是个孩子才放松警惕。卡琳听完却一边吃着甜点一边反驳，直言只看外表判断人迟早会吃大亏，千万别因为对方年纪小或长得好看就傻乎乎的跟人家走。这番话直接把伊芙琳说得哑口无言，只能尴尬的连声答应。虽然觉得这孩子说话太犀利，但伊芙琳的注意力却完全跑偏，看着卡琳说话时一抖一抖的肉脸颊，只觉得这个小家伙可爱的要命。卡琳一边嚼着甜点，一边问伊芙琳有没有在听。伊芙琳看着他可爱的样子，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头。接着伊芙琳起身交代自己要先出去一趟，如果有需要可以找女仆。卡琳好奇追问他要去哪里，伊芙琳有些不好意思的回答，准备去给未婚夫卡尔送些马卡龙。看着桌上包装精美的马卡龙，伊芙琳心里其实很清楚，卡尔平时并不喜欢吃甜食，担心如果连雨果都分到了甜点，而卡尔却什么都没有，场面会太尴尬，所以他还是决定给卡尔也送一份。站在卡尔的房门前，伊芙琳不断在心里安慰自己，这绝对不是因为喜欢卡尔，只是单纯不想看到他失落。随后轻轻敲响房门，听到卡尔的回应后，伊芙琳紧张地探出头，试探着询问他现在是否方便。看着面无表情的卡尔，站在门口显得局促不安。卡尔调侃伊芙琳才是未来的公爵夫人，伊芙琳只能尴尬陪笑。为了打破尴尬氛围，伊芙琳主动把马卡龙递给卡尔，试探着问他是不是不喜欢甜食。卡尔看着眼前的甜点，直接让伊芙琳把马卡龙留下，表示自己会吃掉它们。卡尔突然伸手一把将伊芙琳拉进怀里，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伊芙琳有些措手不及，连忙问他想干什么。卡尔微微一笑，理直气壮地要求伊芙琳喂他吃。听到这个要求，伊芙琳整个人都愣住了。伊芙琳怀疑是自己听错了，卡尔却笑着又重复了一遍，表示只要他喂自己就吃。看着突然凑近的卡尔，伊芙琳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卡尔再次提出要求，只要伊芙琳肯亲手喂他，他就把这些甜点吃下去。面对卡尔的调侃，伊芙琳顿时有些慌乱，连忙表示那他还是别吃了，做事要把马卡龙收回来。卡尔却一把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甜点拿走。接着卡尔顺势凑上前去，轻声警告伊芙琳不要逃跑。还没等伊芙琳反应过来，卡尔已经低头吻上了他的脸颊。卡尔的吻顺着脸颊一路向下，落在伊芙琳的颈间。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伊芙琳紧张的不知所措，只能小声呼唤着卡尔的名字。卡尔并没有停下的意思，顺势将他搂得更紧。伊芙琳只觉得颈间有些发痒。正当气氛逐渐升温时，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让两人瞬间清醒过来。门外传来雨果的声音，他一边喊着自己要进来了，一边直接推开了房门。这突如其来的动静让伊芙琳慌忙推开卡尔，红着脸急匆匆地往外跑，正好撞上了抱着大叠文件的雨果，但他顾不上许多，直接跑了出去，留下雨果抱着文件站在原地，一脸茫然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此时的房间里，卡尔独自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捧着那盒马卡龙，整个人散发着幽怨的低气压。面对雨果的询问，卡尔直接黑着脸让对方闭嘴。雨果看着跑掉的伊芙琳，好奇地问卡尔他要去哪里。卡尔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还顺势打趣说自己的未婚妻可真是个盲人。
而跑出去的伊芙琳此刻正捂着嘴，心跳加速。她暗自庆幸自己跑得快，差一点就被卡尔的美色给迷晕了。想到刚才那一幕，伊芙琳忍不住在心里嘀咕：卡尔这家伙根本就是个蛊惑人心的花花公子。坐在出行的马车上，伊芙琳脑海里依旧全是卡尔的脸，心跳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她赶紧提醒自己振作起来，眼下还有更要紧的正事要去处理。伊芙琳觉得靠这点维系基金买不了太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她也不想浪费在无意义的娱乐上。于是他乘马车来到了帝国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决定把这笔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然而他刚准备往前走，身边突然出现了一条晃动的尾巴，让他不由得愣在原地。伊芙琳低头一看，发现蹭着自己裙角的居然是一只可爱的黑猫。小家伙一点也不怕生，一边发出舒服的呼噜声，一边主动凑过来蹭他的手，逗得伊芙琳忍不住蹲下身子和他玩耍。正当一人一猫玩得开心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工作人员急匆匆地朝这边跑了过来。工作人员大声呼唤着黑猫的名字，气喘吁吁地停在伊芙琳面前。伊芙琳看着他，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原来这只黑猫是收容所大家一起养的。工作人员抱着失而复得的猫咪连声致谢，表示大家刚才因为猫咪不见都急坏了。伊芙琳见状也感到十分欣慰。黑猫随后从梅丽怀中跳了下来，工作人员也顺势向伊芙琳介绍起这里的情况。伊芙琳将准备好的物资送到了收容所，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礼盒，工作人员惊讶的合不拢嘴。伊芙琳耐心地向他解释，右边是给孩子们准备的点心，左边则是各种功效的茶包，他甚至还贴心地附上了每种茶的说明。然而这还没完，伊芙琳紧接着又拿出了一个宝箱，里面装满了金灿灿的金币，希望这笔钱能派上用场。这大方的举动让工作人员彻底看傻了眼。看着这一整箱金灿灿的金币，工作人员连声惊呼，这实在太多了。伊芙琳表面上客气的摆手，心里却在暗自窃喜，反正花的是卡尔的钱，他一点也不心疼。工作人员接着询问他的名字，表示需要把这次的捐赠登记在册。伊芙琳稍微迟疑了一下，随后让对方直接登记为哈德恩家族。听到这个显赫的家族名字，工作人员顿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伊芙琳心里暗自得意，觉得自己这波败家操作简直完美，轻轻松松就把手里的现金全花光了。然而当他转头看向窗外，才发现太阳竟然已经快要落山了。他这才猛然想起，今天还要和卡尔一起吃晚饭，都怪刚才跟猫咪玩得太入迷。伊芙琳顾不上多解释，急忙向工作人员告别，随后便急匆匆地往回赶。因为伊芙琳走得实在太匆忙，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叫住他，他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在街角。随后，走失猫咪的主人赶到了收容所，得知是一位年轻女士送回了爱猫，还以哈德恩家族的名义捐赠了大量物资。这位贵妇人一边抚摸着找回的猫咪，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细节。她对这位慷慨的女士非常感激，决定要亲自向对方道谢。听到工作人员提起哈德恩这个名字，贵妇人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她温柔地抚摸着怀里的小猫，脸上露出了微笑。看来伊芙琳这次无意中的善举已经引起了这位大人物的注意。伊芙琳急匆匆赶回餐厅，卡尔已经坐在餐桌前等候多时。他双手抱胸，冷冷地指出，伊芙琳整整迟到了2个小时。伊芙琳气喘吁吁地解释，今天太忙。看着桌上动都没动过的丰盛大餐，他有些疑惑卡尔为什么不先吃，毕竟菜放久了都快凉了。卡尔却理直气壮地看着他，要求伊芙琳亲自动手喂他。伊芙琳顿时感到一阵无语，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在纠结这件事。卡尔继续要求伊芙琳喂他，伊芙琳觉得这要求简直荒谬，明明他双手健全又没受伤，卡尔却顺势将他拉到怀里坐下，表示自己的手确实受伤了。他展示出自己缠着绷带的手掌，这让伊芙琳顿时紧张起来，连忙询问他是怎么弄伤的。卡尔解释说，这是之前和雨果切磋剑术时不小心受的伤。听到卡尔是和雨果切磋受的伤，伊芙琳感到十分意外，看着卡尔那双好看的手，他忍不住有些心疼，担心他的伤口会不会很深。他轻轻捧起卡尔缠着绷带的手，仔细查看伤势。卡尔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这专注的目光让伊芙琳有些害羞，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一直盯着自己看。卡尔顺势问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伊芙琳脱口而出说他可是自己的丈夫。话还没说完，他就猛然反应过来，自己明明正计划着要离开卡尔，怎么能顺口叫他丈夫呢？为了掩饰尴尬，伊芙琳赶紧改口，开始碎碎念，埋怨卡尔平时不注意照顾身体，还说他那张好看的脸是重要资产，怎么能这么不爱惜。听到伊芙琳这番奇妙的理论，卡尔忍不住直接笑出了声，这让伊芙琳顿时有些羞恼。伊芙琳怀疑卡尔在装病，直接质问他是不是真的受伤了。卡尔却一脸无辜地坚称自己没撒谎。面对卡尔的坚持，伊芙琳虽然半信半疑，但也只能无奈地选择妥协。他拿起餐具，认命地开始喂卡尔吃东西。看着卡尔理所当然地张嘴接受投喂，伊芙琳只觉得既无奈又有些害羞。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正坐在卡尔腿上，而卡尔的手正搂在他的腰间，甚至还开始轻轻抚摸他的后背。这亲密的举动让伊芙琳瞬间红了脸，忍不住质问卡尔为什么一直摸他的背。卡尔却一脸无辜地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还作势要收回手。伊芙琳顿时慌了神，连忙否认，红着脸辩解说他们现在还在吃晚饭呢。为了防止卡尔继续动手动脚，伊芙琳提议必须制定新规矩。卡尔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伊芙琳随即宣布谁先碰到对方就要无条件答应对方一个愿望。说完，他便迅速从卡尔怀里
挣脱出来。他指着卡尔大声警告，要是卡尔输了，自己绝对会让他做非常尴尬的事情。卡尔听完，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提议。卡尔表示自己其实也拟定了新规矩，说完便开始在身上摸索起来，结果摸了半天也没找到。卡尔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把写好的规矩落在卧室了。看着卡尔这副丢三落四的模样，伊芙琳忍不住笑出声来。卡尔有些尴尬地表示自己这就去拿，伊芙琳也连忙跟了上去。等卡尔把文件拿过来递给伊芙琳，让她仔细看看上面的条款并签字。伊芙琳接过合同仔细看了起来，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条款。她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卡尔这家伙真是个合同狂魔，做事也太有计划性了。不过好在条款里没什么奇怪的内容，伊芙琳便准备直接签字。卡尔见状在一旁出声提醒，让他最好还是再仔细看一遍。伊芙琳自信地表示自己已经看过了，随后便爽快地在上面签了字。可没想到他刚把笔放下，卡尔就突然让他去洗漱，这突如其来的要求直接把伊芙琳整懵了。伊芙琳看着合同上的条款，上面居然写着两人每天必须睡在一起，她顿时气得大喊合同里根本没这一条。卡尔却一脸淡定地提醒他，让他把合同翻到背面看看。伊芙琳半信半疑地翻过合同，结果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只见背面密密麻麻写着，双方每天必须共用同一个卧室，甚至连睡觉的时间和喜好都规定好了。条款里居然还要他配合卡尔的各种偏好。伊芙琳瞬间气炸，一把捏皱合同，大骂卡尔是个诈骗犯，狠狠一掌拍在桌上。这一拍把卡尔都给吓了一跳。然而伊芙琳正准备继续发飙，却突然注意到了卡尔手上的异常。伊芙琳见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伊芙琳原本还十分担心，想看看卡尔伤的究竟有多重，便动手解下了他手上的绷带。可当绷带完全滑落，卡尔的手居然干净无比，连一点伤痕都没有。发现自己被忽悠后，伊芙琳瞬间气得火冒三丈，指着卡尔大骂他是骗子。卡尔却丝毫不慌，反而顺势握住他的手，微笑着提醒他可别忘了刚签的条款。卡尔轻轻吻了上去，接着微笑着说出条款内容，谁要是先碰了对方，就必须无条件答应对方一个愿望。听到这个离谱的规定，伊芙琳整个人都愣住了，下意识想把手抽回来，卡尔却顺势逼近，直接将他整个人笼罩在身前。夜幕降临，一处奢华的宅邸内，有人对伊芙琳要嫁给公爵的消息感到难以置信，觉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一位贵妇人摇着扇子，语气十分不善的向弗洛伦斯伯爵夫人兴师问罪，指责她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女儿。贵妇人厉声质问，问她是否做好了与汉兹沃斯家族为敌的准备。面对这赤裸裸的威胁，弗洛伦斯伯爵夫人面色凝重，一言不发地看着对方。面对汉兹沃斯家族的威胁，弗洛伦斯伯爵夫人根本没在怕的，她甚至有些想笑，毕竟她未来的女婿可是帝国赫赫有名的卡尔公爵，有这么强大的靠山在，她自然底气十足。弗洛伦斯伯爵夫人心里十分欣慰，这可比跟那个渣男艾德温退婚后整天一蹶不振要强得多。在他看来，卡尔公爵是个难得的靠山，伊芙琳能和他在一起，简直是天大的福气。回想起刚才对方的挑衅，伯爵夫人眼神一冷，对方居然敢质疑他管教女儿的方式，他当即毫不客气的反击，直言做错事的明明是埃德温。对方提起两人退婚的起因，画面闪回到派对当晚，埃德温背叛了伊芙琳，与其他女人纠缠在一起。然而这位贵妇人却理直气壮，认为男女有别，男人不过是找了别的女人，就因此被退婚，简直是荒谬至极。弗洛伦斯伯爵夫人听完，态度十分强硬，直接下了逐客令，表示两家从此各走各的路。如果对方只是来纠缠这件事，那就请立刻离开。这番话让对方脸色十分难看。汉兹沃斯夫人突然抛出重磅消息，声称有人目击伊芙琳独自从首都郊区的一家旅馆走出来。听到这个消息，伯爵夫人瞬间愣在原地。汉兹沃斯夫人合上手中的折扇，语气里满是威胁，警告对方如果不收回退婚的决定，接下来关于伊芙琳的丑闻恐怕就不用他再多做解释了。面对这卑鄙的要挟，伯爵夫人脸色铁青，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画面一转，来到了白天，伊芙琳正坐在桌前，大口大口地灌着茶水。随后他重重地把茶杯砸在桌上，气愤地向艾米丽抱怨起来。原来他一睁开眼就发现自己回到了卧室，这显然又是卡尔干的好事。伊芙琳凑到艾米丽耳边小声抱怨，坚称卡尔绝对是想害死她，每次都用手段把她弄晕过去。艾米丽听完忍不住吐槽，这抱怨她已经听了不下20遍了。不过艾米丽也有些好奇，卡尔到底是怎么做到每次都把她弄晕的。伊芙琳听完也陷入了沉思，无奈地承认这确实很不可思议。艾米丽看着伊芙琳，突然认真地问她，是不是真的那么讨厌和公爵待在一起？这个问题让伊芙琳顿时愣在原地。面对艾米丽的提问，伊芙琳有些局促地抓紧裙角，红着脸小声承认自己其实并不讨厌和卡尔待在一起。可一想到卡尔平时的霸道举动，伊芙琳又忍不住有些气恼，脑海中浮现出卡尔逼近她的场景。当时卡尔将她困在椅子上，伊芙琳红着脸指责他太恶劣，居然利用自己的善良来戏弄人。卡尔却只是贴近她，低声询问她是不是真的讨厌这样。卡尔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伊芙琳，突然上前一步将她搂进怀里。伊芙琳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卡尔没有犹豫，直接吻了上去。伊芙琳只能顺从地闭上双眼。卡尔温柔地注视着伊芙琳，两人之间的气氛逐渐升温。卡尔低声抱怨屋里有些闷热，随口提议换个地方继续。地上的衣物散落了一路，两人顺理成章地移步到了浴室。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艾米丽的询问声。伊芙琳回想着刚才的经历，忍不住红着脸沉浸其中，觉得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美好，甚至开心的像飘上了云端。但她很快清醒过来，提醒自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毕竟自己穿进的可是一本18禁的暗黑浪漫小说。她可没忘记，原书里的卡尔本质上是个极其危险又偏偏直的男人。一想到原作里可怕的情节，伊芙琳顿时吓得手忙脚乱，脑海里的浪漫幻想瞬间烟消云散。伊芙琳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担心卡尔以后会对自己动手。正当她为此纠结不已时，有人突然在桌上放了一块蛋糕。伊芙琳有些纳闷，自己明明没有点这道甜品。她疑惑地抬起头，却发现一位戴着黑色礼帽的贵妇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身旁。一阵好闻的香气扑鼻而来，对方微笑着直接叫出了伊芙琳的名字，这让她感到十分意外，连忙询问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贵妇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意味深长地打量着她，指出她就是那个借用哈迪恩名义的女士。伊芙琳在信里愤怒地控诉卡尔，指责他利用自己的善良来戏弄他。看着信中充满怨气的字眼，卡尔不仅没有生气，嘴角反而勾起了一抹笑意。一旁的雨果注意到卡尔心情大好，忍不住调侃伊芙琳爱耍小聪明，简直就像一只闲不下来的浣熊。雨果询问卡尔是否看了监视报告，卡尔表示自己只看到伊芙琳去甜品店买马卡龙那段。雨果无奈地提醒他，这位未来的公爵夫人其实在之后做了一大笔捐赠。帝国流浪汉收容所寄来的感谢信，里面还附带了详细的捐赠记录，这让雨果对伊芙琳的好感度瞬间拉满。雨果忍不住双手合十，有种感叹伊芙琳是上天派来的天使。卡尔看着报告上记录的行程，盯着收容所的名字陷入沉思。而另一边的伊芙琳正面对着一位神秘贵妇的微笑，对方自我介绍名叫凯瑟琳，这让伊芙琳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伊芙琳警惕地打量着眼前的贵妇，询问对方的具体身份。凯瑟琳优雅地笑了笑，透露自己其实是黑猫波比的妈妈。伊芙琳顿时恍然大悟，连忙称赞对方年轻漂亮，看起来不超过30岁。凯瑟琳忍不住笑出声，直言自己可没那么年轻。凯瑟琳笑着解释，自己不仅有一个已经长大的儿子，还有一个年纪尚小的幼子。伊芙琳意识到自己失言，连忙慌张地向对方道歉。凯瑟琳温柔地安慰他，让他直接称呼自己为夫人。随后凯瑟琳看向一旁的女仆艾米丽，连忙恭敬地鞠躬自我介绍。凯瑟琳微笑着念起了两人的名字。凯瑟琳顺势提出邀请，询问两人现在是否有空聊聊。伊芙琳看着眼前惊艳的凯瑟琳，心想以这般出众貌美的长相，在原著小说里绝对不是无名之辈，可自己偏偏想不起她的身份。就在她苦思冥想时，凯瑟琳笑着表明了来意，直言自己是特地过来当面致谢的。得知波比现在被照顾得很好后，凯瑟琳直接点破了伊芙琳的全名，指出她是弗洛伦斯家族的大女儿。她还主动提起伊芙琳的弟弟杰克林，聊起她在学院里结交了不少好友。面对这位对自己家底了如指掌的贵妇，伊芙琳只能客套地干笑着应承。伊芙琳暗自心惊，对方消息灵通。这时凯瑟琳突然打听起他的住处，问他是不是住在弗洛伦斯庄园。伊芙琳尴尬地否认，含糊表示自己目前借住在熟人家里。没想到凯瑟琳微微一笑，直接点破了这位熟人就是哈迪恩公爵。秘密被当场戳穿，伊芙琳顿时紧张的不知所措。凯瑟琳微笑着表示，虽然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报纸上早就登过相关消息了。面对追问，伊芙琳决定实话实说，红着脸承认自己和卡尔公爵目前确实是恋人关系。凯瑟琳兴奋地一把抓住伊芙琳，迫不及待地打听起两人的相识过程。伊芙琳只能尴尬地解释是出于偶然。凯瑟琳直呼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还透露自己和丈夫也是这样相遇的。伊芙琳在心里默默吐槽，难道对方也是通过一夜情认识的吗？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自己和卡尔还没到结婚那一步，目前只是在互相了解。凯瑟琳看着眼前的伊芙琳，心里却满是温情，觉得这大概就是有女儿的感觉吧。正当两人聊得投机时，一名随从突然走上前来，在凯瑟琳耳边低声汇报。凯瑟琳有些遗憾地向伊芙琳告别，表示自己现在必须得回去了。临走前，凯瑟琳突然凑到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以后有机会再见，随后便带着随从转身离去。看着凯瑟琳离去的背影，伊芙琳总觉得这位夫人有些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直到对方彻底走远，她才反应过来，自己甚至还没来得及询问对方的名字。画面一转，来到了哈迪恩庄园，一封来自弗洛伦斯家族的信件，在平静的下午被送到了这里。看着信封上熟悉的家族徽章，伊芙琳心里有些疑惑，她忍不住开始幻想，难道是父母终于妥协，哭着求她赶紧回家？想到终于能离开这里，伊芙琳兴奋的立刻准备动身。伊芙琳满怀期待的拆开信封，然而信上的内容却让她瞬间愣住。信里写着凯特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放过哈迪恩公爵，这出乎意料的消息让伊芙琳震惊的不知所措。关于伊芙琳的八卦报纸传得沸沸扬扬，上面赫然写着她与哈迪恩公爵的绯闻。两位好友拿着报纸急匆匆地找上门，劈头盖脸地质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面对好友的追问，伊芙琳尴尬的不知该如何解释。好友忍不住抱怨起来，责怪他结婚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大家，甚至连2周前的信件都拖了很久才回。面对好友的质问，伊芙琳慌忙大声辩解，解释说这只是一场意外。听完他手忙脚乱的解释，两位好友都惊呆了，感叹他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和声名狼藉的公爵共度一夜。
伊芙琳懊恼地捂住额头，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酒精误事。传闻这位哈迪恩公爵是个暴君，喜欢听着古典乐杀人，而且洁癖严重到谁碰他就会被砍手，甚至庄园地下室里还堆满了尸体。面对这些可怕的传闻，多罗西突然紧紧握住伊芙琳的手，严肃地问她是不是根本不想结这个婚。面对多罗西的关心，伊芙琳有些发懵，只能尴尬地附和。看到伊芙琳确实不想结婚，两位好友当即决定帮她退婚。伊芙琳听完一脸懵，完全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做，而好友们却显得胸有成竹。只见两人动作利落地戴上墨镜，瞬间气场全开，宣布要正式启动恶毒婆婆附体计划。这架势直接把一旁的伊芙琳看傻了。场景转到了一家高档餐厅，在服务员的引导下，伊芙琳和好友们如约而至。凯特踩着高跟鞋走进来，表示要在这里会一会那个勾引伊芙琳的家伙。他们戴着墨镜的夸张装扮，引得旁人纷纷侧目，也让一旁的伊芙琳感到十分尴尬。伊芙琳看着空无一人的餐厅，感到十分纳闷。明明听说这家店平时非常火爆，怎么今天连个鬼影都没有？他忍不住叫住服务员询问今天是否营业。服务员微笑着解释，因为哈迪恩公爵已经包下了整家餐厅，所以他们是今天唯一的客人。得知这个消息，伊芙琳和好友们瞬间惊呆了。看着空旷豪华的餐厅，多罗西忍不住有些动摇，觉得卡尔公爵似乎还挺大方的。一旁的凯特见状，立刻伸手捏住多罗西的脸，警告他千万别被这点小恩小惠骗了，毕竟以哈迪恩家族的财力，包下整间餐厅根本不算什么。多罗西被捏得连连点头认错。看着清醒的凯特，伊芙琳在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这次带了靠谱的帮手。伊芙琳在心里暗自期盼这次的计划能够顺利成功。10分钟过去了，餐桌前却是一片死寂。伊芙琳纳闷卡尔为什么还没到，明明之前还特意交代让他们不用等自己先吃，第一次见面就迟到，这让伊芙琳感到有些焦虑和不满，甚至在心里抱怨已经讨厌他了，正琢磨着待会要怎么给他个教训。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脚步声，卡尔终于现身，并为迟到道歉。卡尔身穿华丽礼服缓缓走来，英俊的气场瞬间镇住了在场所有人，原本满腹抱怨的众人直接看愣在原地。面对大家的注视，卡尔神色轻松地解释自己迟到是因为路上太堵了。伊芙琳看着眼前盛装出席的卡尔，忍不住调侃他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卡尔顺势走上前，亲昵地搂住伊芙琳，在他耳边温柔地回应，毕竟今天要见的是伊芙琳的挚友，自己当然要重视。面对卡尔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伊芙琳顿时有些心跳加速。入座后，现场的气氛有些微妙，伊芙琳的朋友们主动向卡尔打招呼。红发女子自我介绍叫凯特，旁边的黑发女子叫多罗西。等侍从退下后，凯特直接开门见山，表示伊芙琳是他们非常珍贵的朋友。卡尔则面无表情地听着。凯特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他们眼里没人配得上伊芙琳，今天特意过来就是想亲自把关，看看卡尔到底够不够格。听到闺蜜们这么维护自己，伊芙琳在一旁感动得一塌糊涂。多罗西也跟着附和，调侃伊芙琳根本没有恋爱经验，很容易被男人骗，甚至当场警告卡尔，要是敢对不起伊芙琳，他们这帮认识10年的闺蜜绝不会善罢甘休。面对这番充满火药味的警告，卡尔还没来得及表态，一旁的雨果却突然笑着走上前，礼貌地打断了对话，给2位女士送上鲜花。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瞬间让原本严肃的凯特和多罗西愣在原地。除了鲜花，雨果还拿出了卡尔特意准备的礼物，那是用2人诞生时定制的华丽珠宝。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瞬间让凯特和多罗西看直了眼。刚才还气势汹汹的2人瞬间被收买，兴奋地捧着礼物欢呼雀跃。凯特更是忍不住当场感慨，自己连男朋友都没送过这么好的东西。收到贵重礼物的闺蜜俩，态度瞬间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不仅当场改口称赞卡尔是完美丈夫，还热情地拜托他一定要让伊芙琳幸福。这戏剧性的反转让一旁的伊芙琳彻底看傻了眼，无论她怎么在旁边呼唤，2个闺蜜都完全听不进去。看着在一旁得意微笑喝茶的卡尔，伊芙琳在内心疯狂咆哮，明明说好是来帮自己解除婚约的，结果这2个家伙居然这么快就被收买了。闺蜜俩被卡尔彻底收买后，甚至八卦地追问他到底喜欢伊芙琳哪一点。卡尔微笑着表示，要说喜欢哪一点根本挑不出来，因为伊芙琳从头到脚都可爱极了。听到这番肉麻的回答，闺蜜俩瞬间兴奋地尖叫连连，直呼公爵大人简直太会了。而坐在对面的伊芙琳看着彻底沦陷的闺蜜，只能无语地愣在原地。看着眼前满脸笑容的卡尔，伊芙琳心里感到一阵别扭，她实在无法适应卡尔这副温柔的模样，更想不通这家伙今天为什么准备的这么充分。这让她不禁回想起之前自己提出想把朋友介绍给她时，卡尔当时还是一副衣衫不整的样子，态度冷淡的随口应了一声。结果今天卡尔不仅准备充分，还轻而易举把闺蜜俩迷得神魂颠倒。看着完全被掌控的局势，伊芙琳端着酒杯，一时间彻底愣在原地。伊芙琳气得浑身直冒火，连身后的侍从都被这股怒气波及。她在心中咬牙切齿地默念着卡尔的名字。看着卡尔虚伪的完美笑容，以及旁边兴奋欢呼新婚快乐的闺蜜，伊芙琳只觉得无比讽刺。她在心中暗自发誓，自己绝对要逃离这个可怕的疯子。面对艾米丽的疑问，伊芙琳态度十分坚定。一想起卡尔之前那副挑衅的笑容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嘴脸，她就气得不行。既然闺蜜这条路走不通，伊芙琳决定亲自出来寻找机会，是要找到摆脱卡尔的新办法。
伊芙琳把希望寄托在了影子情报工会上，据说帝国所有的情报都会流进这里。虽然这家工会表面上只是一家普通花店，但实际上只要给钱，他们什么委托都接，连卡尔之前找人都是委托的他们。伊芙琳本以为能在这里找到摆脱卡尔的办法，结果对方听完他的诉求后，竟然毫不犹豫的直接拒绝了他。伊芙琳和艾米丽顿时傻了眼，他纳闷自己只是想打听如何安全的与恋人分手，这有什么不能提供的？谁知戴着面具的负责人却表示自己手里确实没有这种情报，因为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甩过。听到这厚颜无耻的炫耀，伊芙琳气的拳头都硬了，当场就要冲过去揍人，吓得艾米丽在后面死死抱住他，而对方还在一旁得意的自夸很受欢迎。眼看负责人还在那装模作样的拒绝，伊芙琳二话不说，直接单手捏住了旁边的花瓶，吓得负责人当场秒怂，连忙改口说刚才只是开玩笑，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负责人尴尬的咳嗽2声，正色建议伊芙琳直接去开始新的生活。负责人建议他直接无视卡尔，用全新的身份隐姓名的生活。伊芙琳听完有些迟疑，忍不住询问这难道不违法吗？负责人理直气壮地表示当然违法，不违法怎么可能逃得掉，还强调违法的手段才是所有完美逃跑计划的基础。听到这番惊人的发言，伊芙琳紧张地咽了咽口水，负责人的警告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想要彻底摆脱卡尔，就必须做好违法的心理准备。离开情报工会后，伊芙琳和艾米丽走在街上，一想到要用非法手段伪造身份，伊芙琳就愁得直叹气，一旁的艾米丽也跟着无奈叹息。她坐在长椅上，看着手里的甜点，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竟然要沦落到去伪造身份的地步。伊芙琳意识到卡尔在帝国权势滔天，就算换了新身份，也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更糟糕的是，他身上所有的钱都属于卡尔，用这笔钱逃跑，无异于偷窃公爵的财产。一旦被抓到，自己恐怕就要面临牢狱之灾。伊芙琳脑补出最坏的下场，卡尔冷酷地递来一瓶毒药，逼他自己喝下去，说是给他最后的仁慈。一想到这可怕的画面，伊芙琳就吓得直冒冷汗，担心自己还没等到法庭审判，就会被卡尔私下处决。正当他胡思乱想时，突然注意到不远处的长椅上正静静地躺着一个人，那人身上盖着报纸，正呼呼大睡。伊芙琳觉得他看起来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于是带着艾米丽快步走了过去。他来到长椅旁，礼貌地向对方搭话。听到声音的男子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伊芙琳主动递上手里没动过的甜点，询问对方要不要吃。伊芙琳连忙解释，说自己一口都还没吃过。男子有些惊讶地抬起头看向他，伸手接过了甜点，并开口叫住了他。男子突然露出一抹微笑，并冷不丁地问伊芙琳是不是已经结婚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伊芙琳虽然有些发懵，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自己目前还没有结婚。听到这个回答，男子嘴角微微上扬，紧接着抛出了一个更离谱的提议，问他要不要和自己的儿子见个面。这突如其来的相亲邀请让伊芙琳瞬间愣在原地，一时间根本没反应过来。男子热情地推销起自己的大儿子，觉得两人年纪相仿，非常般配。伊芙琳见状连忙委婉拒绝，表示自己其实已经有了未婚夫。可男子却完全不在意，笑着表示只要没结婚就还有机会，劝他见一面也无妨，还自信地夸赞儿子长得像自己一样帅气。看着眼前自信满满的男子，伊芙琳忍不住仔细打量起对方，发现他虽然打扮得像个流浪汉，但身材结实，看起来更像个中年人，甚至隐约透着一股不寻常的气场。男子继续滔滔不绝地推销，说他儿子有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睛，不仅长相极其出众，还是整个帝国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听到这里，伊芙琳有些心动，可男子却突然话锋一转，叹着气表示这孩子性格有点问题。伊芙琳顿时有些疑惑，接着就听对方神秘地透露，他儿子其实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甚至杀起人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男子见状连忙补了一句，说他儿子至少不会无缘无故动手。听着这越描越黑的解释，伊芙琳只能尴尬地婉言谢绝。为了赶紧转移话题，伊芙琳好奇地打量着对方，问他为什么会露宿街头，甚至还要盖着报纸睡觉。男子坦言是因为盘缠花光了，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旅行，在外面游玩了整整1年，这才刚回到首都，而且过几天正好赶上他儿子的生日。男子忍不住感叹说，现在像他这么善良的年轻人可不多了，别人看到他露宿街头都避之不及，只有伊芙琳愿意向他伸手，可惜没能把他介绍给儿子。听着对方这番打趣，伊芙琳被逗得直笑，直言以后谁要是能嫁给他儿子，能遇到这么操心体贴的公公，那可真是太有福气了。正聊得开心时，艾米丽却突然在旁边出声催促，提醒伊芙琳该准备出发了，不然晚饭就要迟到，可不能让卡尔等得太久。伊芙琳这才猛地反应过来，连忙向男子告别，准备离开。男子也笑着挥手送别，看着伊芙琳远去的背影，他有些遗憾地拉低帽檐，感叹这么好的姑娘没能给儿子娶回家，真是太可惜了。男子有些懊恼地挠了挠头，心想刚才聊了半天，自己竟然连对方的名字都忘了问。而此时的伊芙琳正捧着快要融化溢出来的甜点，在艾米丽的催促下，手忙脚乱地朝聚会地点赶去。聚会结束后，伊芙琳疲惫地回到房间，瘫倒在床上。一想到自己白忙活了一整天，却还是没能找到摆脱卡尔的办法，她就感到无比挫败。
不仅如此，卡尔的新郎课程也进展得异常顺利，但那些培训内容却让伊芙琳感到恶寒。对方不仅要背下他所有的喜好，甚至连他小时候最爱听的歌都要掌握。面对卡尔这近乎执念的准备，伊芙琳不禁开始怀疑自己要是真和这个家伙结婚，以后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伊芙琳与卡尔的婚礼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隆重举行，新婚的小两口看起来无比甜蜜。然而就在这幸福的时刻，卡尔却突然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冷酷地表示伊芙琳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随即毫不犹豫地拔出了利剑。目睹这可怕一幕的伊芙琳顿时吓得脸色惨白，在心中绝望地呐喊着不要。伴随着沉重的钟声响起，伊芙琳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她痛苦地捂着胸口，大喊着自己要完蛋了。看着伊芙琳这副夸张的反应，一旁看书的卡琳满脸疑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在练习演技。艾米丽更是尴尬的没眼看，只能劝卡尔直接无视她。伊芙琳无力地瘫跪在地上，但她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意识到这样坐以待毙绝对不行。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的衣柜，决定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伊芙琳盯上了衣柜里的男士衬衫，这正是他准备用来逃跑的秘密武器。从小到大，他耳边充斥着各种规训，要求他必须成为一个温柔谦逊的贤惠女人，永远顺从丈夫的决定。无论是在佛罗伦斯府邸内还是府邸外，这种令人窒息的束缚每天都在上演。而卡尔的出现更是将这种枷锁套到了极致，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逃跑的决心。伊芙琳觉得，只要自己表现得不够体面，卡尔肯定就会对自己失去兴趣，从而主动放弃这段婚约。为了这个计划，伊芙琳特意换上了宽大的男士衬衫，虽然穿成这样让她觉得十分尴尬，但为了能顺利摆脱卡尔，她决定硬着头皮把这出戏演下去。伊芙琳刚换好衣服，就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她顿时心里一惊，意识到是卡尔过来了。紧接着，房门被一把推开，刚洗完澡的卡尔走了进来，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卡尔疑惑地站在原地，而此时的伊芙琳正紧张地躲在床边，心跳快得像要跳出来一样。她原本计划主动去找卡尔，结果因为太害怕，身体本能地先躲了起来。沉重的脚步声在房间里回荡，卡尔正一步步朝这边走来，躲在暗处的伊芙琳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夜空，卡尔手持长剑，面色阴沉地俯视着瘫倒在地的伊芙琳。雷声轰鸣，卡尔在黑暗中闪烁红光的双眼让伊芙琳彻底陷入恐慌。极度恐惧之下，伊芙琳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然而惨叫声刚一出口，卡尔就突然伸手死死捂住了他的嘴，并在他耳边低声提醒，这其实只是个误会。看着那柄明晃晃的长剑，伊芙琳吓得直打哆嗦，忍不住质问他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吓人。卡尔收起长剑解释，刚才以为房间里进了刺客。伊芙琳在心里疯狂吐槽，这家伙平时过的是什么日子？难道家里天天都会进刺客吗？卡尔没有纠结刺客的话题，转而质问他为什么会躲在自己房间里。这一问瞬间点醒了伊芙琳，她想起自己换上男士衬衫的计划，于是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准备开始自己的表演。面对卡尔的质问，伊芙琳紧张的舌头直打结，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眼看气氛越来越尴尬，她只能硬着头皮打哈哈，强行把话题扯到雷雨天气上。这生硬的转折让卡尔听得满头雾水。伊芙琳表面上在陪笑，内心其实早就崩溃了。她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出格的话，但为了能摆脱这段婚约，她只能咬牙准备继续硬撑。为了能顺利退婚，伊芙琳决定彻底豁出去。她主动伸手抚摸卡尔的胸口，红着脸说出要和对方亲热的话。接着她顺势搂住卡尔的脖子，表示这就是自己深夜前来的原因。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卡尔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伊芙琳红着脸继续出招，直接表示今晚想留下来过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主动，卡尔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冷静地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伊芙琳在心里拼命给自己打气，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能露怯。接着她深吸一口气，结结巴巴地提出想要一起睡。伊芙琳硬着头皮伸手去解卡尔的衣扣，可因为实在太紧张，她的双手不停颤抖，半天也没能解开一颗扣子，这让她在心里暗暗叫苦。还没等她想出对策，卡尔就突然出手，一把死死抓住了她的手腕。这举动把伊芙琳吓了一大跳。紧接着，卡尔顺势一拉，直接将伊芙琳整个人抱起，顺势压向旁边的床铺，局势瞬间失去了控制。看着卡尔阴沉的脸色，伊芙琳心里顿时慌了神，以为自己的计划彻底惹恼了对方，连忙结结巴巴的开口道歉。然而卡尔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冷冷低质问他身上穿的是什么，指出这件衣服的尺寸、颜色和气味都绝对不是伊芙琳平时的风格。卡尔死死扣住他的手腕不放，眼神中燃起了怒火，逼问他这到底是谁的衬衫。面对卡尔的逼问，伊芙琳慌乱之下脱口而出，说这件衬衫是他父亲的。卡尔显然不信，脸色阴沉地逼近他。伊芙琳急忙捧住卡尔的脸大喊，坚称这确实是佛罗伦斯伯爵的衬衫。卡尔半信半疑地追问他为什么要偷偷拿父亲的衣服。伊芙琳红着脸再次搬出之前的借口，表示自己穿成这样就是为了能和卡尔一起睡。伊芙琳在心里暗自得意，觉得这番衣衫不整还主动解扣子的行为绝对会让卡尔觉得她是个放荡的女人，从而对她大失所望。然而卡尔听完这番话，却突然忍不住笑出了声。看着笑得停不下来的卡尔，伊芙琳整个人都懵了，不明白对方为什么是这个反应，自己明明是在展示放荡和鲁莽的一面。卡尔顺势将伊芙琳揽入怀中，笑着称赞两人各方面都很般配，绝对是天生一对的灵魂伴侣。
伊芙琳听完大受震撼，连忙追问他难道也一样鲁莽放荡，甚至提到了两人喝醉的那个初夜。意识到毁灭形象的计划再次失败，伊芙琳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赶紧逃离这个地方。伊芙琳刚想起身逃跑，就被卡尔一把搂回了怀里。卡尔笑着调侃他，刚才不是还主动邀请一起睡吗？面对卡尔的攻势，伊芙琳根本无力招架，两人的亲密互动一直持续着，从雷雨交加的深夜一直折腾到了第二天的傍晚。餐桌前，伊芙琳正疲惫地吃着东西，心里忍不住抱怨：卡尔这家伙居然折腾了整整一天。更让他崩溃的是，卡尔笑着表示很喜欢他这次的计划。伊芙琳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卡尔早就看穿了他是在演戏，自己完全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中。正当伊芙琳郁闷时，卡尔突然说有东西要送给他，随后在餐桌旁拿出了一个信封。伊芙琳接过卡尔递来的华丽信封，疑惑地询问这是什么。卡尔平静地回答，这是皇太子生日宴会的邀请函。听到这个消息，伊芙琳顿时愣在原地，她立刻联想到，在这个时间点举办的皇家宴会，意味着自己必须与卡尔一同出席。画面一转，展现出宏伟的皇宫以及两人在宴会上共舞的场景。因为这场皇室宴会正是原著剧情中卡尔与小说女主角雷娜公主正式相遇的关键节点。在原著小说的设定中，这场皇太子的生日宴会正是男女主角爱情故事的起点。不仅如此，这也是卡尔对女主角雷娜一见钟情的地方。画面中，雷娜正与皇太子共舞，而卡尔只能站在人群中，默默注视着这位命定女主。伊芙琳在心里忍不住激动起来，只要到了宴会上，卡尔很快就能遇见真正的女主角。看着眼前正在优雅用餐的卡尔，伊芙琳再次看到了顺利逃脱的希望。卡尔看着一脸惊讶的伊芙琳，解释说，既然两人已经公开了婚约，以后自然要一起出席各种社交活动。接着顺手喂了他一口食物。伊芙琳虽然乖乖把食物嚼了下去，但心里却开始疯狂打退堂鼓。她实在不想亲眼目睹卡尔和原著女主角初次相遇的尴尬场面。伊芙琳心里陷入了纠结，如果卡尔真的和雷娜相遇，自己要么是被卡尔顺利放走，要么就是直接落得丧命的下场。他忍不住在想，卡尔真会像小说写的那样爱上雷娜吗？如果原著剧情就这样强制开启，对自己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正当伊芙琳出神思考时，一旁的卡尔却突然开口，表示如果他不想去参加宴会，完全可以不用勉强。卡尔接着表示自己也不喜欢吵闹的地方。伊芙琳听完顿时有些傻眼，连忙追问他是不是也不打算去参加宴会。卡尔理所当然的反问，没有他陪同自己为什么要去？这下轮到伊芙琳彻底急了，脱口而出说卡尔最应该去参加。面对卡尔疑惑的追问，伊芙琳慌乱的解释说这是他本就该做的事，可他根本无法解释真正的理由，总不能直接告诉卡尔这是他命中注定的剧情。看着伊芙琳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卡尔的眼神渐渐变得锐利起来，怀疑地质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伊芙琳在心里急得直抓头发。面对卡尔怀疑的目光，伊芙琳心一横，直接改口，大声宣称自己其实非常想去参加宴会，解释说刚才只是因为太兴奋才胡言乱语。为了彻底打消卡尔的疑虑，他甚至主动提议两人一起去参加生日派对。到了晚上，伊芙琳在房间里焦急地来回踱步，为自己白天的冲动决定后悔不已，甚至开始琢磨要不要找工会帮忙直接逃跑。伊芙琳突然想到，如果自己真的逃跑了，那艾米丽和卡琳该怎么办？正纠结着，她注意到隔壁房间还亮着灯，便走过去轻轻敲了敲门。推开门一看，卡琳果然还没睡，正睁着大眼睛躺在床上。伊芙琳有些意外地问她怎么还没睡，卡琳却一脸平静地回答，说自己心思敏感，经常失眠。听到一个孩子说自己失眠，伊芙琳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卡琳解释说自己换了环境就睡不着，伊芙琳十分理解这种感受。为了哄她入睡，伊芙琳主动提议给她读个童话故事。她走到旁边的书堆前翻找起来，可看清地上的书名后，伊芙琳整个人直接傻了眼，上面全是什么帝国最残忍谋杀案以及毒药研发和叛乱集团的记录。伊芙琳忍不住在心里疯狂吐槽，这根本就不是9岁小孩该看的东西，而且为什么自己的房间里会堆着这么多危险的禁书？躺在床上的卡琳主动开口，说自己讨厌王子公主的无聊童话。伊芙琳正想推荐其他故事，卡琳却直接从被子里掏出一本书，指明要听这一本。伊芙琳接过书一瞧，发现书名居然叫《公爵的副官想辞职》。她好奇地翻开第1页，发现书里的女主角叫雷娜，男主角则叫西奥。伊芙琳开始朗读故事，女主角雷娜一睁眼，发现躺在身边的竟然是上司西奥公爵。读到这里，伊芙琳顿时觉得有些不对劲，还没等她细想，一旁的卡琳就忍不住开口催促，伊芙琳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念。书里的雷娜慌忙收拾衣服逃跑，并在2个月后递交了辞职信。而那位西奥公爵看着手里的辞职信，陷入了沉思。西奥公爵冷笑一声，质问雷娜怎么能在2人发生关系后如此厚颜无耻地一走了之。雷娜的态度却异常坚决，表示自己绝不会改变主意，再次要求西奥批准他的辞呈。这番话彻底激怒了西奥，他沉着脸一步步逼近，一把死死扣住了雷内的手腕。西奥质问他是不是想怀着孩子逃跑，甚至霸道地宣称雷奈的身体已经完全属于他。听到这里，伊芙琳吓得一把合上书本，觉得这内容实在不适合小孩子，连忙提议换一本书读。可卡琳却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又掏出了一本新书，兴致勃勃地表示这本看起来更有趣。卡琳听着听着就睡熟了，不过
他很快又醒了过来，伸手拉了拉身上的被子。伊芙琳一直守在床边看着他。卡琳有些好奇的开口询问，为什么小说里的主角总是喜欢逃跑？卡琳紧接着追问，伊芙琳是不是也想逃离自己的未婚夫？面对这个提问，伊芙琳无奈的叹了口气，承认自己其实也说不清。转眼到了白天，为了准备宴会，艾米丽拿出一件礼服询问她的意见。看着眼前琳琅满目地华丽礼服，伊芙琳却根本提不起兴趣，觉得这些衣服都太招摇了。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原著剧情的事，根本没有心思挑选礼服。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雨果推开门，探进头来，有些抱歉的向伊芙琳报告，说府邸里突然来了客人。听到这个消息，伊芙琳顿时有些惊讶。伊芙琳有些纳闷，不知道这些客人是不是来找自己的，更猜不出对方的身份。然而当客人走上前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居然是大叔和凯瑟琳。伊芙琳穿过走廊前往会客室，心里纳闷是谁会专程来公爵府见他。可当他看清来人的模样时，顿时惊讶的愣在原地。出现在眼前的正是身着华丽黑裙的凯瑟琳。伊芙琳惊讶的问他怎么会在这里。凯瑟琳笑着表示自己和哈迪恩公爵的关系非同寻常。听到这话，伊芙琳有些愣住，追问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位公爵。凯瑟琳打趣着承认，指的就是伊芙琳的未婚夫。正聊着，门外突然传来动静，推门进来的正是卡尔和雨果。伊芙琳主动向卡尔介绍，说眼前这几位正是自己的客人，之前还在咖啡馆里见过面，有些意外卡尔会来得这么早。接着卡尔主动上前向迎面走来的凯瑟琳和父亲打招呼。原来这次公爵夫妇一同来到了府邸。面对母亲的关切询问，卡尔的态度依旧有些冷淡，只是简单的应了一声。对方紧接着询问起卡琳的下落，话音刚落，门外便传来了脚步声。卡琳主动现身做出了回应。卡琳抱着书走了进来，主动向公爵夫妇问好。凯瑟琳看着眼前的卡琳，忍不住感叹儿子长高了不少。一旁的伊芙琳听到这声称呼，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卡琳居然是公爵夫妇的儿子。还没等伊芙琳从震惊中缓过神，公爵就兴奋地拉住妻子，指着伊芙琳介绍起来，说她就是自己之前提到过的女孩。凯瑟琳听完顿时恍然大悟，问是不是在广场上遇到那个打扮得像乞丐一样的姑娘。伊芙琳整个人都傻了，她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位衣着华丽的公爵居然就是之前在广场上遇到的那个大叔。公爵却显得异常兴奋，一把上前死死握住伊芙琳的手，激动地感叹着一定是命运的重逢，吓得伊芙琳连连后退。看着眼前举止亲密的公爵夫妇，伊芙琳结结巴巴地询问他们的身份。雨果笑着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表示他们正是前任哈迪恩公爵夫妇。得知真相的伊芙琳整个人直接疯化在了原地。面对这接二连三的巨大冲击，伊芙琳只觉得眼前一黑，身体摇晃了几下，便直接晕倒在地上。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慌了神，凯瑟琳急忙大声呼喊，催促雨果快去叫医生过来，并让人赶紧准备温水。卡尔见状立刻冲上前去，将失去意识的伊芙琳抱在怀里。醒来后的伊芙琳只觉得头疼，甚至怀疑这一切只是一场可怕的噩梦。然而现实是他不得不坐在餐桌前，整个人僵硬的像个石雕。面对凯瑟琳和公爵关切的询问，伊芙琳只能强颜欢笑的表示自己没事，可身体却止不住的颤抖，心里更是暗自琢磨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看着眼前正在交谈的公爵和凯瑟琳，伊芙琳在心里暗自祈祷，希望他们千万别再讨论自己刚才丢脸晕倒的事情。不过看着眼前这几个人，伊芙琳突然反应过来，他们明明长得这么像，自己之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他们是一家人？她忍不住在心里疯狂吐槽自己太蠢。这时一旁的公爵好奇的打听卡尔到底是从哪找来这么个有趣的姑娘。卡尔一边优雅的吃着东西，一边语气平淡的回答说是偶然遇到的。卡琳直接开口询问婚礼的日期，甚至当场改口叫她嫂子。伊芙琳有些尴尬的连忙纠正，说自己现在还算不上正式的嫂子。可卡琳却理直气壮的表示，反正迟早都是，提前叫也没什么不行。一旁的凯瑟琳也立刻跟着附和，顺口连儿媳妇都直接叫上了。随后凯瑟琳话锋一转，问起伊芙琳下周是否会去参加宴会，并表示自己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她。凯瑟琳热情地邀请伊芙琳吃完饭后跟自己走一趟。伊芙琳心里有些发虚，暗自猜测对方准备的礼物到底是什么。用完餐后，凯瑟琳一把拉起伊芙琳，带着她一路来到一扇大门前，随即将厚重的门扇缓缓推开。大门缓缓敞开，伊芙琳脑子里瞬间闪过各种恐怖画面，甚至怀疑对方要用什么邪门偏方折磨自己。可等她看清门后的景象时，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恐怖密室，而是一个摆满华丽礼服的巨大试衣间。凯瑟琳一脸兴奋地向他展示，说自己把所有想卡尔媳妇穿的裙子全都提前收集到了这里，坚信伊芙琳穿上一定会非常惊艳。还没等伊芙琳反应过来，凯瑟琳就热情地招呼她过去试穿。看着这满屋子的华丽礼服，伊芙琳顿时感到一阵头大。凯瑟琳兴奋地拉着伊芙琳，表示要一起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接着便开始疯狂展示各种礼服。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伊芙琳被迫试穿了上百套衣服，最后累得直接瘫倒在地上大口喘气。可凯瑟琳却依然兴致勃勃地询问要不要继续试穿下一件。看着堆积如山的礼服，伊芙琳在心里崩溃地吐槽，凯瑟琳和卡尔真不愧是亲母子，都喜欢用这种过量的方式折磨人，这简直比受刑还要痛苦且没有尽头。
看着还在兴头上的凯瑟琳，伊芙琳决定趁对方不注意，悄悄爬向大门溜之大吉。可他刚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就看到公爵和卡琳正站在门外。伊芙琳顿时有些傻眼，纳闷这两个人怎么会守在这里。公爵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也想和儿媳妇聊聊天，结果一旁的卡琳直接让父亲排队，强调明明是自己先来的。公爵微笑着问他要去哪里。伊芙琳看着门外的公爵和卡琳，再回头看看屋里的凯瑟琳，顿时感到一阵绝望，发现自己已经被这家人彻底包围。他累得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在心里疯狂呼救，希望有人能来救救自己。就在这时，一只戴着手套的手突然伸了过来，卡尔及时出现，一把将他拉了过去。卡尔看着怀里疲惫的伊芙琳，直接对围观的家人表示，自己的妻子已经很累了，现在必须带她回去休息。说完，也不管身后愣住的家人，抱起伊芙琳转身就走，气得母亲在后面大喊不公平，抱怨卡尔不能因为新婚就独占儿媳。被抱走的伊芙琳听得满头黑线，只能无力的大声抗议，强调他们两个人根本就还没结婚。卡尔抱着伊芙琳一路穿过走廊，直接回到了房间里。他动作轻柔的将疲惫的伊芙琳放到沙发上，终于脱离了公爵家人的包围。伊芙琳有些害羞的向卡尔道谢，感谢他刚才及时出手相助。卡尔直言，要是自己再晚去一步，伊芙琳恐怕就要被热情的家人折腾坏了。他主动替家人的过度热情向伊芙琳道歉，并劝身体不适的他赶紧休息。伊芙琳听完却有些疑惑，追问卡尔是怎么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的。卡尔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额头，提醒他之前可是晕倒过，而且脸色一直都不太好。卡尔叮嘱他好好休息，随后便准备离开。伊芙琳嘴硬地回了一句，让卡尔最好说到做到。没想到卡尔临走前又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这让伊芙琳心里不禁有些触动，觉得这个男人其实还挺温柔的。看着准备离开的卡尔，困意袭来的伊芙琳突然叫住了他。他有些不安地动了动，向卡尔打听起下周宴会的事情，特意询问皇太子是否也会出席。卡尔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并说明那正是皇太子的生日宴。伊芙琳心想，既然如此，皇太子确实会在宴会上现身。紧接着他又有些迟疑地问卡尔，万一在宴会上遇到了理想型该怎么办？听到这话，卡尔停下脚步，有些疑惑地转过身看着他。伊芙琳继续试探着问，要是真的遇到了梦寐以求的女人，他又会怎么做？卡尔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伊芙琳带着满腹疑问沉沉睡去。卡尔握着他的手坐在床边，脑海中却不断回想着他刚才的问题。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皇太子生日宴会前夕，一辆马车正朝着皇太子宫殿疾驰而去。马车停稳在宏伟的宫殿前，帝国皇太子伊恩早已带着侍从在门口等候。伊恩微笑着主动上前问候，客气地表示对方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并伸出手欢迎客人来到自己的宫殿。随后，车门处跨出了一双精致的高跟鞋，从马车上下来的正是卡尔龙王国公主雷娜。她优雅地搭着对方的手走下马车，卡尔在一旁默默看着这一幕。与此同时，帝国的偏僻后巷里正发生着其他事情。深夜偏僻的后巷里，埃德温正满腔怒火地走着，他猛地一脚踢飞地上的空罐，忍不住愤恨地咒骂，想不通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针对他。而这股怒气的源头是他在不久前遭受的严厉训斥，对方指责他是个只会丢人现眼的家伙。面对指责，他只能颓废地坐在沙发上借酒消愁。母亲怒气冲冲地指责埃德温，说他去了一趟弗洛伦斯庄园，居然又跟别的女人鬼混，甚至因此被取消了婚约。埃德温烦躁地大声反驳，辩解是那个女人先勾引他的。面对主动送上门的人，自己根本没办法拒绝。母亲根本不信他的鬼话，直接戳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指出他1年前就曾喝醉酒，对府里的年轻女仆动手动脚。被揭穿丑事的埃德温恼羞成怒，索性破罐子破摔的大吼，质问母亲那又怎么样？埃德温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指出母亲在弗洛伦斯庄园同样一无所获，警告再这样下去，伊芙琳就真的要嫁给公爵了。母亲愤怒地质问儿子，怎么敢用这种态度跟自己说话？可埃德温根本不想再听，丢下一句要出门别找他，便直接摔门而去，只留下母亲在屋里气得站立不稳，在女仆的搀扶下勉强支撑。埃德温走在深夜的街头，越想越觉得憋屈和愤怒，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自己竟然会被伊芙琳拒绝。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伊芙琳转头就在报纸上公开了婚讯，宣布要嫁给别的男人。在埃德温看来，这简直是故意在羞辱整个家族。他咬牙切齿地发誓，绝对不会让那个女人轻易得逞。埃德温深夜来到一处住所，粗暴地推开大门，大声嚷嚷着要吃的。屋里的黑发女子听到动静，立刻笑着迎了上来。埃德温疲惫地坐进沙发，女子顺势依偎进他怀里，心疼地安慰他受委屈了，耳边传来温柔的问候：“亲爱的，很高兴你能来。”卡米拉依偎在埃德温怀里，柔声询问他最近是不是很忙，抱怨他最近很少来看自己。面对卡米拉的温存，埃德温却显得十分冷淡和不耐烦，直接警告他不要太沾人，表示自己最讨厌这种纠缠。卡米拉被训斥的有些不知所措，只能委屈的试图解释。卡米拉轻轻抚摸着肚子，小声解释说，多陪陪他对宝宝有好处，毕竟这是他们2人的孩子。听到孩子2个字，埃德温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严肃地追问卡米拉有没有把怀孕的事瞒着伊芙琳。卡米拉被他的态度吓了一跳，连忙保证自己绝对没有透露半个字。埃德温这才稍微松了口气，心里很清楚，卡米拉怀孕的消息必须彻底隐瞒下去，绝对不能让伊芙琳知道。
一旦自己出轨伊芙琳闺蜜的事曝光，她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她打算先拖延时间，想办法挽回和伊芙琳的婚约。至于怀里的卡米拉，埃德温只打算把她当成情妇，毕竟两人在身体上确实很合得来。面对埃德温的冷淡，卡米拉只能保持沉默，神色中隐隐透着不安。皇太子伊恩的生日宴会如期举行，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宾客们正聚在一起，低声交谈。伴随着沉稳的脚步声，卡尔带着伊芙琳盛装出席，两人挽着手缓缓步入大厅。卡尔的出现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宾客们忍不住低声惊叹他的英俊，甚至有贵族小姐私下议论，觉得连皇太子都比不上卡尔。听到这番大胆的发言，挽着卡尔的伊芙琳暗自汗颜，觉得在皇宫里说这种话实在太失礼了。大家也注意到了卡尔身边的伊芙琳，纷纷议论起这位公爵未婚妻的身份，人群里甚至开始八卦伊芙琳之前和埃德温的婚约。这些讨论全都一字不漏的落进了伊芙琳的耳朵里。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尖叫，凯特热情地呼喊着两人，一路朝着他们猛冲过来。眼看对方完全没有减速的意思，伊芙琳吓得赶忙大喊要撞上了。凯特在两人面前一个急刹车停下，兴奋地大声跟他们打招呼，直夸他们今天看起来非常般配，尤其是卡尔帅得让人移不开眼。多罗西也赶忙跟了上来，恭敬地向卡尔公爵问好。凯特转过头，由衷地赞美伊芙琳今天非常漂亮。伊芙琳笑着向他道谢，随后有些好奇地打听起卡米拉的下落，询问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来参加宴会。听到这个问题，凯特和多罗西的脸色顿时有些微妙。凯特透露他们最近也没收到消息，卡米拉一直闭门不出，甚至拒绝见他们，猜测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听到这番话，伊芙琳大感意外。就在这时，宏伟的号角声响彻宴会厅，全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去。帝国皇太子伊恩正式登场。皇太子伊恩微笑着向众人致辞，感谢大家来参加他的生日宴会，并祝愿所有人今晚玩得开心。致辞结束后，宴会正式开始。凯特和多罗西兴冲冲地跑去跳舞，伊芙琳站在人群中四处张望，疑惑原著中的公主雷娜怎么还没出现？按理说对方现在应该登场了。就在他暗自纳闷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他和卡尔有些惊讶地转过头去。皇太子伊恩微笑着朝两人走来，调侃卡尔明明没有回复邀请函，最后却还是老老实实出席了。伊芙琳在一旁暗自激动，这还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皇太子。伊恩的目光落在伊芙琳身上，两人对视的瞬间都有些惊讶。伊芙琳赶紧紧张地向他行礼，主动自我介绍是伊芙琳·弗洛伦斯。伊恩也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伊恩笑着表示自己早就通过报纸得知了他们两人的婚讯。卡尔在一旁毫不客气地拆穿，让伊恩别装作是伊芙琳的朋友，毕竟两人以前根本没说过话。伊恩却厚着脸皮开玩笑说，帝国里的名媛可都算认识他。看着两人熟稔的互动，伊芙琳不禁有些纳闷，在他的记忆中，原著小说里两人的关系可没这么好，原著中他们更像是严肃的君臣，可眼前的伊恩却正笑着勾肩搭背，两人看起来反而更像是一对密友。伊恩突然凑近伊芙琳，八卦地打听卡尔对他好不好，是不是经常请他吃大餐。伊芙琳有些紧张地连声称是。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卡尔突然一把将伊芙琳拉到身后，面色阴沉地警告伊恩赶紧滚开。面对卡尔的敌意，伊恩一脸无奈地摊了摊手，调侃卡尔完全误会了自己的好意。面对卡尔充满敌意的注视，伊恩笑着劝他别这么戒备，解释自己过来只是想给他们介绍一个人。说着，伊恩轻轻牵起身边女子的手，看清来人的瞬间，伊芙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卡尔龙王国的雷娜公主。伊芙琳立刻认出了眼前的女子，她正是原著小说里的女主角卡尔龙王国的雷娜公主。在原著小说的设定里，雷娜的出现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卡尔原本只有黑暗的世界。那一刻，卡尔对雷娜公主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占有欲。然而在现实的宴会厅里，伊恩正热情地向两人介绍雷娜。这位粉发黄眼的公主正微笑着看向眼前的卡尔。面对这位原著女主角，卡尔的脸上没有任何波澜，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反倒是旁边的伊芙琳直接被雷娜的美貌给迷住了，在心里忍不住疯狂惊叹对方太漂亮了。她那粉色长发和如蜂蜜般澄澈的金色眼眸，确实配得上原著中绝世美人的称号。看着眼前美得惊人的雷娜，伊芙琳心里不由得胡思乱想，担心卡尔也会像原著那样不可自拔地迷上对方。她偷偷瞄向身旁的卡尔，心想这下自己恐怕彻底没戏了。但卡尔冷冰冰的神情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卡尔对眼前的雷娜完全没有任何回应，甚至连一丝多余的表情都没有。这冷淡的态度让伊芙琳大感意外，她忍不住盯着卡尔，纳闷他怎么会是这种反应。卡尔甚至无聊地打了个哈欠，脸上完全看不出任何兴趣和欲望，这让一旁的伊芙琳感到不可思议。眼看气氛有些冷场，伊恩赶紧出面为双方正式引荐，向雷娜介绍伊芙琳是伯爵家的长女。突然被点名的伊芙琳顿时有些紧张，伊芙琳赶忙提起裙摆，恭敬地向雷娜公主行礼问好。面对伊芙琳的问候，雷娜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有些紧张地抚着胸口，用不太熟练的帝国语结结巴巴地回应自我介绍是雷娜公主。一旁的伊恩见状笑着调侃说，帝国语对他来说确实还太难了。雷娜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确实还没完全掌握。雷娜笑着表示自己正在努力学习。看着雷娜这副模样，伊芙琳忍不住在心里直呼可爱。
这时伊恩突然转向卡尔，透露皇后陛下想见卡尔一面。由于咸宴会厅太吵，皇后此刻正待在自己的宫殿里，伊恩便邀请卡尔跟他走一趟。听到皇后要见卡尔，伊芙琳还在感到意外，伊恩和卡尔却突然齐刷刷看向了他。伊芙琳见状赶紧表示自己一个人没问题，让他们放心去见皇后。伊恩顺势提出请求，希望伊芙琳能帮忙照顾雷娜公主。伊芙琳立刻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伊恩便带着卡尔离开，留下2个女生在原地。突然和原著女主角单独相处，伊芙琳心里顿时紧张起来，2人一时间都有些局促。没想到雷娜主动打破沉默，用不太熟练的帝国语红着脸夸赞伊芙琳非常漂亮，这让伊芙琳有些受宠若惊。雷娜红着脸继续夸赞，说伊芙琳的绿色眼睛清澈又明亮。伊芙琳也赶紧回夸过去，直夸雷娜的金色眼睛像蜂蜜一样甜美。听到赞美的雷娜开心不已，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这让伊芙琳在心里直呼太可爱了。接着雷娜主动握住伊芙琳的手，有些落寞的坦言自己没有朋友，并试探着询问伊芙琳的意愿。雷娜红着脸表示想和她多相处一段时间。伊芙琳听完立刻爽快地答应下来，主动提议2人以后就是朋友了。为了拉近关系，伊芙琳好奇地打听起雷娜的兴趣爱好，得知雷娜平时最喜欢看言情小说，伊芙琳顿时兴奋不已，表示自己也是个言情小说迷。伊芙琳提议数到3，一起说出最近最喜欢的一本书。没想到2人默契十足，异口同声地喊出了同一个书名。雷娜忍不住感叹，那本书的结局实在太悲伤了，皇帝最终失去了挚爱，只能在孤独中度过余生。伊芙琳也深有同感的连声附和。接着伊芙琳又安利了另一本关于带球跑的经典小说，雷娜立刻心领神会，直呼这种追妻火葬场的设定最带感了。2人聊得热火朝天，甚至引起了旁边路过贵族的侧目。伊芙琳在心里暗自兴奋，没想到自己和公主居然这么合得来。就在2人聊得正起劲时，雷娜突然话锋一转，好奇地打听起伊芙琳的理想型，这让伊芙琳顿时愣在原地。面对雷内的提问，伊芙琳开始滔滔不绝地描述起来，她希望对方温柔体贴且身材结实，不仅要长相帅气，还要身上散发着好闻的香气。说完自己的想法，伊芙琳顺口询问起雷内的喜好，没想到雷娜有些害羞地表示自己最喜欢有魅力的坏男人。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伊芙琳顿时有些惊讶。雷娜有些害羞地坦白，其实自己已经在这里找到了理想型，现在心跳得非常厉害。听到这个八卦，伊芙琳顿时兴奋起来，迫不及待地追问对方到底是谁。雷娜红着脸亲口承认自己喜欢的人就是卡尔公爵。听到这个名字，伊芙琳整个人直接傻在原地，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有无数道惊雷劈了下来。她怎么也没想到，雷内的理想型居然还是卡尔。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得她半天没缓过神来。伊芙琳在心里疯狂呐喊，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可雷娜却笑着点了点头，非常肯定地给出了答复。雷娜红着脸表示，卡尔长得实在太帅了，自己已经彻底沦陷，甚至想要嫁给他。听到这个劲爆的消息，伊芙琳顿时慌了神，她怎么也没想到剧情居然会发展到这一步。如果雷娜真的要嫁给卡尔，那自己这个未婚妻处境可就彻底不妙了。伊芙琳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她纠结的要命，总不能直接对雷娜坦白自己就是卡尔的未婚妻，毕竟在原著里卡尔可是属于雷娜的，要是现在说出来，总觉得像是在抢人家的官配，可如果什么都不说，又觉得是在欺骗刚刚交到的朋友，这让伊芙琳陷入了两难。就在她左右为难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好像想到了什么关键的事情。伊芙琳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计划，只要卡尔对雷娜也有同样的心思，自己就可以顺水推舟撮合他们，然后收拾包袱悄悄离开。这个主意怎么看都非常完美。正当伊芙琳暗自得意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吓得她赶紧回过头去，原来是凯特端着2杯酒正朝着这边走来。凯特端着酒走上前来，好奇地打量着旁边的雷娜。雷娜礼貌地用帝国语自我介绍，伊芙琳也赶紧在一旁帮腔，向凯特说明雷内的公主身份。得知对方是公主后，凯特热情地自我介绍，2人很快就皮肤保养的话题聊了起来。看着相处融洽的2人，伊芙琳在心里暗自庆幸凯特来得及时。她本想借着这个机会彻底转移话题，可还没等她松口气，凯特却突然转过头来，好奇地询问她和卡尔的婚礼定在什么时候。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伊芙琳瞬间石化。听到凯特的提问，伊芙琳吓得在心里疯狂尖叫，表面上却只能尴尬的哈哈大笑，试图把这个话题糊弄过去。可凯特根本没看懂她的暗示，反而一脸疑惑的大声强调自己问的就是她和公爵的婚礼。一旁的雷娜听到公爵2个字，有些诧异的重复了一遍。凯特立刻大声证实新郎就是卡尔公爵。这个回答让伊芙琳彻底绝望，她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看着旁边神色黯然的雷娜，伊芙琳觉得对方肯定会讨厌自己。得知这个消息的雷娜大受震撼，她原本还为交到新朋友感到高兴，没想到伊芙琳和卡尔居然已经订婚了。看着雷娜震惊的模样，伊芙琳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而雷娜已经慌得连连摆手，发誓自己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雷娜一把抓住伊芙琳的手，为自己刚才的失礼行为不停道歉。雷娜眼含泪水，可怜巴巴地请求伊芙琳的原谅。看着眼前这个像小兔子一样可爱的雷娜，伊芙琳瞬间被萌化了，根本没办法拒绝对方。她连忙温柔地安慰雷娜，表示自己完全没有介意，让雷娜千万别放在心上。就在这时，一名侍从突然走了过来，恭敬地向雷娜行礼，并转达了皇后陛下要召见她的消息。
听到皇后的召见，雷娜示意侍从在前面带路，随后她有些不舍地看向伊芙琳，询问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伊芙琳立刻笑着答应下来，表示随时都可以约她。夜幕降临，宴会终于结束，伊芙琳坐上了回程的马车，整个人疲惫地瘫倒在座位上，忍不住在心里直呼累坏了。看着坐在对面的卡尔一言不发，伊芙琳忍不住在心里泛起嘀咕，猜测对方是不是在想雷娜公主。正当她偷偷观察卡尔时，卡尔却突然开口，指出他今天的举动有些反常。伊芙琳心里一惊，连忙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可卡尔却直接戳穿他，问他为什么一路上都在偷看自己，就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伊芙琳主动提起了雷娜公主。卡尔顺口接下话茬，询问雷娜怎么了。伊芙琳立刻夸赞对方非常漂亮，虽然她嘴上这么说，但其实心里一点也不想聊这个话题。紧张的双手在裙摆上不停揉搓，可为了撮合两人，她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安利，直夸雷娜的粉色头发像草莓牛奶般柔顺，还有那双像蜂蜜一样甜美的眼睛，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想吻上去。卡尔听完伊芙琳对雷娜的夸赞，反问她那种让人坠入爱河的眼睛，难道必须是金色的吗？这出乎意料的反问让伊芙琳一时有些发懵，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卡尔突然伸手托住她的脸颊，注视着她，低声表示，在他眼里那种眼睛应该是绿色的。卡尔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让伊芙琳瞬间心跳加速，她看着近在咫尺的卡尔，脑子里一片混乱，完全不明白对方到底在说什么。看着卡尔那副认真的表情，伊芙琳突然灵光一闪，有了一个惊人的猜测，这家伙该不会是色盲吧？伊芙琳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想不通卡尔为什么会提到绿色。在他看来，除非卡尔真的是个色盲，否则怎么可能把雷娜漂亮的金色眼睛看成是绿色的？看着卡尔那双深邃的红色眼睛，伊芙琳心里直犯嘀咕。而此时的卡尔正一言不发地盯着他，车厢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伊芙琳慌忙推开卡尔的手，红着脸质问他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自己。卡尔无奈地耸了耸肩，直言觉得他肯定又在胡思乱想。背出中心思的伊芙琳顿时有些心虚，可看着眼前的卡尔，他的心跳还是忍不住疯狂加速。回程的马车上，伊芙琳看着窗外的夜色，只觉得卡尔这个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伊芙琳在华丽的大床上醒来，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她觉得自己这一觉睡了很久，便开口询问女仆艾米丽现在几点了。然而空荡荡的房间里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人回应她。伊芙琳走出房间，询问其他女仆，得知艾米丽去帮花匠布兰登干活了。女仆告诉她，去温室花房应该就能找到他们。伊芙琳随即动身前往花园，很快就在树林深处看到了温室花房。伊芙琳来到温室花房，原本是想寻找女仆艾米丽，可当她走进花房时，突然听到旁边的树丛里传出动静。伊芙琳循着声音凑近一看，没想到居然是卡琳半跪在地上，手里还正拿着一把放大镜。卡琳主动向伊芙琳打招呼问好，伊芙琳顺口向她打听艾米丽的下落。卡琳表示自己刚才看到艾米丽了，因为猎场的钢结构坏了，艾米丽已经赶过去帮忙修理了。得知艾米丽今天忙得脚不沾地，伊芙琳便好奇地问起卡琳刚才蹲在地上到底在忙些什么。卡琳一脸平静地回答说自己在收集昆虫。听到这个答案，伊芙琳有些诧异。卡琳一边在包里翻找，一边解释自己平时其实更喜欢收集小动物和植物，不过今天的情况却有些特殊。原来卡琳不仅喜欢收集昆虫，还特别热衷于解剖动植物。她一脸兴奋地捧起一只大蝴蝶，凑到伊芙琳面前问她漂不漂亮。看着眼前还在不断蠕动的昆虫，伊芙琳吓得当场惨叫出声，直接拔腿就跑，只留下卡琳一个人捧着蝴蝶在原地一脸茫然。伊芙琳一路狂奔，扶着树干，大口喘着粗气。可刚才那只大蝴蝶的画面依然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让他忍不住直打冷战。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居然一路跑到了猎场附近。想到卡琳之前说艾米丽在这里帮忙，伊芙琳便开始四处张望，试图在周围寻找艾米丽的身影。就在他四处搜寻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吓得伊芙琳浑身一震，警惕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伊芙琳顺着声音悄悄看去，发现不远处的空地上正半跪着一个男人。仔细一看，那人居然是卡尔的父亲卡森。此时卡森正捧着一只死去的黑鸟，脸上挂着一丝阴鸷的微笑，嘴里还念叨着真美丽之类的话。伊芙琳立刻想起关于他的传闻，这家伙最大的爱好就是制作标本。据说卡森的别墅里有一整间房堆满了动物尸体。看着卡森一下下抚摸着死鸟，伊芙琳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凉。伊芙琳正想悄悄溜走，结果一不小心踩断了地上的枯枝，这声脆响瞬间惊动了不远处的卡森。他猛地转过头来，一眼就认出了伊芙琳。还没等卡森把话说完，伊芙琳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他一边大喊着对不起，一边头也不回的拔腿狂奔，只留下卡森一个人在原地纳闷。伊芙琳一路狂奔回到了宅邸，整个人直接瘫倒在走廊地板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累得连手指头都不想动弹。他死死攥紧拳头，心里简直郁闷到了极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倒霉，而且找了半天也没看到艾米丽，脑子里还全是卡森那诡异的笑声。就在伊芙琳欲哭无泪的时候，耳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说话声。他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发现不远处的一扇房门正半开着。房间里，女仆长梅丽带着3名新来的侍女向坐在高椅上的凯瑟琳汇报。梅丽随后递上资料，说明这批新女仆全都是11岁
而这位凯瑟琳有着极其残忍诡异的癖好，她只用12岁以下女孩的鲜血沐浴。接过名单的凯瑟琳微笑着询问：“这次挑选了谁来负责她的沐浴？”凯瑟琳看着手里的名单，坚信女仆的年纪越小，她们的鲜血就越能保养皮肤。在门外偷听到这一切的伊芙琳吓得浑身直冒冷汗，只想立刻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可她因为极度慌乱，脚下一个不稳，直接重重地摔倒在走廊上。还没等伊芙琳站起身来，一只手就从后面死死按住了她的肩膀，问她究竟在这里做什么。伊芙琳吓得心跳加速，她以为自己偷听被发现，这下肯定要被灭口了。极度恐惧之下，伊芙琳闭着眼睛连声求饶，哀求对方放过自己。然而对方却突然开口叫了她的名字。伊芙琳睁眼一看，发现站在面前的居然是自己找了半天的女仆艾米丽。伊芙琳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想到刚刚偷听到的可怕秘密，现在根本不是闲聊的时候。她一把拉起艾米丽，拽着她一路小跑离开走廊。确认四周安全后，伊芙琳神色紧张地凑到艾米丽耳边，低声向她说明刚刚听到的恐怖阴谋。伊芙琳激动地质问艾米丽：“这一整天到底跑去哪里了？”艾米丽解释自己不仅帮花匠干活，还去猎场帮忙，甚至帮夫人跑了腿。伊芙琳听完佩服不已，艾米丽则疑惑地询问：“为什么要把自己带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伊芙琳神色凝重地表示，自己必须尽快想出解决办法，那就是解除和卡尔的婚约。伊芙琳刚想开口，却突然愣住了。她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法解释，总不能直接告诉艾米丽自己是穿越进小说里才提前知道这个家族所有秘密的吧？要是真把这些话说出口，艾米丽绝对会把他当成疯子。毕竟在旁人听来，说未婚夫卡尔是个疯子，卡琳喜欢解剖动物，甚至连夫人都要用女仆的血洗澡，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着伊芙琳紧张的样子，艾米丽担心的表示要去叫医生。伊芙琳赶紧拦住她，意识到自己必须换个委婉的说法，否则根本没人会相信。于是伊芙琳深吸一口气，谎称自己最近总做预知梦，而且梦到自己会死在庄园里。他还煞有介事地强调自己的噩梦一向准得可怕。伊芙琳借着预知梦的借口，向艾米丽表明了自己想离开的决心。艾米丽听完有些迟疑，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预知梦的事。伊芙琳赶紧心虚地解释，自己只是以前没提过而已。艾米丽叹了口气，提醒她，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公爵一家早就把她当成了自己人。伊芙琳还想折纸，要能避开卡尔就行，可艾米丽却直接泼了盆冷水，直言现在整个庄园上下都已经认定她是未来的公爵夫人了，而且下周双方家族就要见面，正是商讨两人的婚礼细节。伊芙琳突然灵光一闪，提议让自己的母亲来取消这一切，毕竟父亲现在正对她大发雷霆，要是去找父亲帮忙简直就是自投罗网，所以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母亲身上。艾米丽决定咬死一个理由，只要没有母亲的同意，伊芙琳就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两人随即凑在一起，开始密谋起具体的应对计划。艾米丽觉得这事关伊芙琳的性命，只要去真诚地哀求母亲，就一定还有机会取消婚约。伊芙琳听完，感动得热泪盈眶，两人当即决定放手一搏。商量妥当后，一辆马车缓缓停在庄园门前，而此时的卡尔也正准备开始他的行动。此时的卡尔双手抱胸，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另一边的伊芙琳还毫不知情，正心情愉悦地哼着歌，决定明天就动身去见母亲，并准备提前写封信过去。然而就在这时，伊芙琳注意到窗外有一辆马车驶来。伊芙琳趴在窗前朝外看去，发现从马车上走下来的竟然是自己的母亲。她顾不上多想，立刻提起裙摆一路小跑下楼，急匆匆地冲到母亲面前，询问母亲怎么会突然过来。然而简却只是微微一笑，语气平静地表示自己是离家出走的。听到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伊芙琳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半天都没反应过来。艾米丽主动在前面带路，要把简引去新房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旁的伊芙琳完全摸不着头脑。艾米丽推开房门，告知简以后就住在这里。看着眼前宽敞整洁的房间，简显得十分惊喜，不停夸赞这里收拾得干净。可旁边的伊芙琳却彻底傻了眼，她看着眼前华丽的布置，完全想不通这些是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看着房间里摆满的各种名贵宝石，伊芙琳感到难以置信，她完全不知道别馆里什么时候多出了这么一间奢华的房间。原来这里是把3楼的旧客厅重新装潢的。此时简在桌上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卡尔特意留下的，他在信中为今天无法亲自迎接表示歉意，并承诺明天一回到庄园就会登门拜访。信里还提到房间里的一切都是专为他准备的。简看着眼前奢华的房间，有些不好意思的向艾米丽道谢，感谢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准备好一切。艾米丽微笑着解释说，这并不麻烦，因为卡尔一直让人精心维护着这个房间，就是为了方便简随时过来居住。听到女仆的这番话，一旁的伊芙琳顿时感到有些诧异，她没想到卡尔居然早就预料到母亲会来。艾米丽随后礼貌地向两人告退，并叮嘱他们有任何需要随时吩咐。艾米丽离开并关上房门后，伊芙琳立刻拉住母亲，急切地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简沉默片刻，坦言自己不打算再回那个家了，并且决定要和伊芙琳的父亲离婚。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伊芙琳彻底惊呆了，伊芙琳忍不住惊呼出声，完全无法想象母亲竟然要离婚。听到母亲要离婚的消息，伊芙琳整个人都傻了，觉得这个决定实在太突然。面对女儿的震惊，简只是沉默地低下了头，这让伊芙琳想起了母亲在那个家里的遭遇。
当时父亲正为伊芙琳的事大发雷霆，愤怒地指责简梅有尽到母亲的责任，竟然把没出阁的女儿送到别人家里。父亲只关心家族的名声，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简管教不严。面对丈夫无端的指责和怒火，简只能默默忍受，甚至连做针线活扎破了手，也只能咬牙忍着。看着手上渗出的血珠，简终于无法再忍受丈夫的指责，她猛地站起身，愤怒质问：“女儿不过是谈个恋爱。”她却没完没了地抱怨了几个星期，现在居然还有脸来教训自己。简越说越气，怒斥丈夫根本没尽过父亲的责任，只知道对别人指手画脚。面对妻子突如其来的爆发，丈夫顿时慌了神，而简则当场宣布自己再也不想听他的废话了。画面回到现实，简向伊芙琳坦言自己早就厌倦了简的生活，所以这次是彻底净身出户，连1分钱都没带走。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卡尔公爵主动伸出援手，邀请他住进自己的庄园。简对卡尔的体贴赞不绝口，甚至感叹同意这门婚事是自己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让伊芙琳的退婚计划瞬间泡汤。眼看事情走向完全偏离预想，伊芙琳顿时慌了神，急忙拉住母亲，表示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谈。但简因为离婚的事身心俱疲，此时只想好好休息。伊芙琳却根本等不及，急切地强调这关乎自己的终身大事。见女儿如此焦急，简便拉着她坐下慢慢说。两人在桌前坐定，简喝了口茶，询问是不是婚礼筹备出了什么问题。伊芙琳深吸一口气，坦言自己最近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见自己会死在这个庄园里。然而简听完只是沉默了片刻，随后平静地追问：“然后呢？”这出乎意料的反应让伊芙琳直接愣在原地。简直言梦境只是迷信，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伊芙琳这才猛然想起，母亲在学院时是数学专业毕业，是个凡事只讲逻辑的理性派。眼看理性说服行不通，伊芙琳立刻开始发挥演技。她捂着脸委屈地哭诉，声称有些梦境确实非常灵验，自己从小到大做的噩梦最后全都会成真，现在真的非常害怕。面对女儿声泪俱下的哭诉，简一时间陷入了沉默。简最终妥协了，答应在庄园暂住期间会帮忙留意周围的情况。他温柔地握住伊芙琳的手，安慰她不要太担心，毕竟自己永远是她的母亲。伊芙琳感动得流下眼泪，连声向母亲道谢。转眼到了第二天，几天过去，伊芙琳躲在柱子后偷偷观察。此时简正和凯瑟琳坐在花园里喝茶聊天，两人聊得投机笑声不断。凯瑟琳关心起住的是否习惯，简不仅连声称赞，甚至大夸卡尔优秀。凯瑟琳也笑着夸起伊芙琳。看着母亲和凯瑟琳聊得正欢，伊芙琳心里不禁泛起嘀咕，觉得这两人的关系是不是好的有点过头了。此时卡尔也坐在一旁，动作优雅地倒着茶，顺着话题表示这样他就放心了。看着眼前这其乐融融的画面，伊芙琳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反而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了。伊芙琳在心里疯狂吐槽，母亲看起来根本不担心自己，每天不是按摩散步就是插花，生活过得无比惬意。她气鼓鼓地坐在沙发上，觉得母亲这是打算在庄园常住下去了。这时卡尔端着蛋糕走过来，插起一块递到伊芙琳嘴边，顺口问她有什么问题。伊芙琳看着眼前的蛋糕，心里感到更加烦躁了。伊芙琳咬了一口蛋糕，向卡尔抱怨父母关系不好是个大问题。卡尔看她吃的津津有味，心想这蛋糕果然很合他的胃口。伊芙琳咽下蛋糕，质问卡尔：“难道要自己眼睁睁看着父母离婚？毕竟是生养自己的父母，听到他们要分开，心里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他不安地抓着裙摆，低声表示这种感觉很奇怪，而且他觉得自己心烦意乱的原因似乎并不单单是因为父母要离婚。卡尔顺着话题继续追问，伊芙琳有些纠结地表示，母亲最近看起来是真的很开心。在他的记忆中，母亲简以前从不爱说话，脸上也几乎没有笑容，更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甚至一度以为母亲天生就是这种性格，但现在母亲的所作所为和他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这让伊芙琳心里感到十分奇妙，就好像母亲以前在佛罗伦斯庄园时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一样。卡尔安顿好熟睡的伊芙琳，独自在窗前等待。随着房门被推开，卡尔转过身，向深夜来访的岳母简打招呼。深夜简突然收到卡尔的传唤，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房间，纳闷对方为什么要在这么晚找他。卡尔见状主动开口安抚，表示自己只是想送他一件东西。随后卡尔递过去一封密封的信件，并声称这里面装的正是伊芙琳现在最需要的东西。简疑惑地拆开信封，当他看清里面的东西时，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信封里装的并非机密信件，而是一整叠厚厚的支票。简看着眼前的巨额支票，连忙摆手表示拒绝，觉得这笔钱实在太多，自己根本不能收下。卡尔却表现得十分淡定，表示这不过是一份微薄礼品，毕竟简生下了妻子伊芙琳，能为岳母做这些理所应当。他甚至还嫌自己给的太少。简听得目瞪口呆，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卡尔却突然话锋一转。卡尔特意叮嘱简，希望能对伊芙琳保守秘密，免得伊芙琳知道后产生负担。得知真相的简深受感动，他怎么也没想到卡尔竟会如此细心体贴地为他着想。回想起在佛罗伦斯庄园的过去，无论是自己的父亲还是前夫，都从未这样温柔地对待过他。想起以前丈夫在花钱上总是斤斤计较，简看着眼前的巨款，心中无比震撼。这可是他当简20多年来连见都没见过的天文数字，而卡尔却表现得云淡风轻，甚至还温柔地祝愿他在这里
住得开心，这让简在心里直呼自己这个女婿简直就是个天使。时间转眼到了白天，庄园里举办起了热闹的茶会。伊芙琳正安静坐着，却突然莫名其妙打了个冷战，总觉得背后有些发凉。原来是母亲简和凯瑟琳凑在一起，正聊得热火朝天，两人时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伊芙琳看着不远处的母亲，心里不禁泛起嘀咕，总觉得母亲最近的笑容变多了。她忍不住偷偷瞄向身旁的卡尔，而卡尔只是神色自若地喝着茶，似乎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这时仆人突然走上前来汇报，说是有访客登门拜访。卡尔听后直接吩咐把人带过来，这让一旁的伊芙琳感到有些好奇。伊芙琳好奇地转过头去，想看看来的人到底是谁。伴随着草地上的脚步声，一个熟悉的身影穿过花园，朝着茶会的方向走来。看清来人的长相之后，伊芙琳惊得直接站了起来。她怎么也没想到，来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此时的伯爵达米安显得有些憔悴，面对女儿震惊的质问，他局促不安地站在原地，显得十分尴尬。达米安局促地走上前，坦言自己是专程来见简的。简见状猛地站起身，冷脸质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达米安又转头向卡尔公爵致歉，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必须和妻子简谈一谈。卡尔听后大度地表示没关系，并主动提出带大家回避，给他们留出单独沟通的空间。卡尔带着伊芙琳等人退到一旁，简立刻冷脸质问达米安为什么擅自闯入别人的地方。简也态度冷淡，表示如果没什么好说的就请离开，自己不想再继续争吵。伊芙琳在一旁默默看着，深知父亲性格固执，根本不可能主动低头道歉，但如果现在不挽回，这段婚姻就真的彻底完了。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达米安突然双膝跪地，红着眼眶向妻子哀求。简看着眼前的丈夫，一时间愣在原地，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达米安红着眼眶说出对不起，这让一旁的伊芙琳震惊不已。他怎么也没想到，向来高傲的父亲竟然会下跪认错。简虽然惊讶，但态度依然冷淡，质问他到底是在为什么道歉。如果只是敷衍了事，就大可不必。达米安捂着胸口，忏悔自己过去所有的自私行为，以及那些伤害妻子的无情言论。达米安紧紧攥着拳头，哀求简听自己解释。他坦言自己过去一直以为守护家族名誉就是守护家人，直到简决然离开之后，他才终于幡然醒悟，自己一直以来拼命守护的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虚名。达米安悔恨地流下眼泪，痛苦地表示，如果没有了简，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达米安单膝跪在简的面前，坦言从两人相遇的那天起，简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意义。达米安卑微地恳求简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简看着眼前真诚的达米安，忍不住轻声唤着他的名字。达米安也红着眼眶深情地回应。看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伊芙琳尴尬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甚至开始纳闷，他们当初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吵起来的。就在这时，卡尔悄悄走到伊芙琳身边，拉起她的手，在她的手心里写字传递信息，这让伊芙琳顿时松了一口气。卡尔温柔地看着她，用行动默默安抚着她不安的情绪。